真大，这么多次也没摔死，天天做梦修仙，脑子坏掉了吧？凡人就是凡人，还想攀仙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都说凡人不可修仙，我墨川不认命。今日就算摔死，我也要登顶。川儿啊，别再爬破云峰了，三爹求你了，隔壁的牛大花就不错，屁股那么大，绝对好生养。给爹生个孙子，我和你娘就算现在闭上眼也能瞑目了。我还想试一次，1个月之后，只要我没有爬上破云峰，我就娶牛大花。我成功了，我登顶了。哪有什么仙人，都是骗人的。我真是个傻子。这难道就是父亲当年救下的那位仙人？您是仙人吗？求您收我为徒！别下跪，我可不是你的师傅。当年我受伤被你父亲救下，就把一道传讯符送给了他，还和他有了之前的约定。我从来没想过有凡人能爬上这破云峰，但你居然爬了上来，还把那传讯符点燃了。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你了断这段因果。我送你2张求财符，有了这2张求财符，保你日后有花不完的钱，能富足的过。求仙人收我为徒，我不需要什么求财符，我只想修仙。这小子怎么跟个棒槌似的？我都老成这样，说不定哪天就寿终正寝了，哪有心思收徒弟？哎，罢了罢了，我先带你回青云宗，看看你有没有修仙的天赋。谢仙人。小子，我先跟你说清楚，修仙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是，要是没仙缘，哪怕付出再多努力也没用。这就是真正的修仙大宗，这就是真正的仙人手段。李长老，您回来了。墨川，把手放上去，凝神静气。灵根，你出来！集中精神，再试试。长老，您收下我吧，留在宗门做什么都行。当年承蒙墨川父亲救命之恩，修仙最重因果循环。今日若是直接将他赶走，终究是了结不了这段尘缘。你就去药园当一名杂役弟子吧。也没多少事，就是给药草松松土、浇浇水、施施肥，别让药草枯死就行。谢长老，只要现在不让我离开，做什么都行。哎，老子让你照看的凝露草呢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儿个叶子全蔫了。你是不是偷懒没浇水？师傅救我！王腾，够了！怎么你是没有把我这长老放在眼中吗？当着我的面还要毒打我的徒弟。李长老，我只是帮你教训一下石海，这家伙偷懒把药草弄死了。我昨晚明明浇过了，只是天太干了。放屁！这哪来的野小子，穿的跟个土包子似的？是李长老带进来的？你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赶紧给我滚蛋！你真当我是不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？是李长老，您老人家消消气。小子，你还修仙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说不准和石海一个下场，丢命都有可能。那王腾到底是谁？怎么连您都不放在眼里？他是宗主的亲传弟子，拥有极品灵根和长老同等待遇，已经是炼气期6层的修士。回答我，你还要修仙吗？走吧，以后就让墨川来看管药园，他就是这里杂役弟子了。我和你之间没有师徒关系，你就在这里好自为之吧。墨川师弟，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醒你，你一定要当心噬灵鼠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是噬灵鼠？那王腾到底是谁？怎么连您都不放在眼里？他是宗主的亲传弟子，拥有极品灵根和长老同等待遇，已经是炼气期6层的修士。回答我，你还要修仙吗？走吧，以后就让墨川来看管药园，他就是这里杂役弟子了。我和你之间没有师徒关系，你就在这里好自为之吧。墨川师弟，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醒你，你一定要当心噬灵鼠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是噬灵鼠？先不说这些，先把杂役弟子衣服换上吧。噬灵鼠最喜欢吃药草的根茎，我怀疑凝露草就是半夜被噬灵鼠啃咬才导致死去的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好好的药园会荒废至此。我先走了，夜里千万警险，多加小心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自己选的路，根本没有退缩的道理。这或许是给药园杂役弟子的唯一奖励了，至少能让我们认全药草，不至于认错。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赶紧解决噬灵鼠，不然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我。
就算噬灵鼠速度真的奇快，躲过一个还能躲过所有不成？我就不信有老鼠能从我手里逃走。啊！太好了，抓到了！今天你遇到我，算你运气不好。老子弄死你！今天死活都要弄死这只老鼠，烤着吃，看他还敢不敢破坏药园。今天老子非得弄死你，不然或许有一天因为你的偷吃，我就被别人弄死了。你不是叫噬灵鼠吗？我今天就把你灌成水耗子。这瓶子不会有什么古怪吧？也可能是个宝贝。把瓶子放地上。我可以饶你一命，但从今天起，不准再去药园祸害灵草，再被我发现，绝不轻饶。这树洞过几天才能干，你先找别的地方待着吧。我明明一铁锥扎在了噬灵鼠的后腿上，可它此刻皮毛完好无损，哪里有半点受伤的痕迹？难道这噬灵鼠的自愈能力这么强悍？必须赶紧回去，离开太久，若是遇上宗门弟子巡查，被随意罚难，麻烦就大了。他是在指我被他咬伤的胳膊，他是想让我把这玉瓶里的东西涂抹在伤口上疗伤，还挺香，应该没毒。里面是清澈的泉水。我操，这他妈真是宝贝！这是绝世宝贝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泄露出去必定招来杀身之祸。这小家伙肯定知晓这白玉瓶的来历，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他。这里不适合你待，你可以跟我住到药园的茅屋里，但前提是绝对不能再祸害药草。这小家伙灵性十足，肯定会跟着我。带着他，以后就能找到你了。你知道白玉瓶里装的是什么吗？那你知道这东西除了治伤还有别的用途吗？看来这玉瓶能疗伤，多半是这小家伙无意间发现的，他根本不知道其他用处。难道长期喝着泉水能保我修仙？这泉水对肉身裨益竟如此之大，白日劳作的疲累，腹中残留的饥饿感，瞬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我体内排出的杂质污垢，我被洗髓罚卖了。现在我只觉浑身轻快无比，仿佛卸下了沉积多年的沉重负担，肉身通透轻盈。我能吸纳灵气了，我可以修炼了。这太匪夷所思了！之前李长老还说我没灵根，不过短短半日，我好像能修炼了。必须隐藏好，千万不能暴露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尤其是这白玉瓶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这可是我天大的秘密。如果把白玉瓶里的泉水稀释了，每天少喝一点，一点点进步，应该就没人会发现自己能修炼，也根本不会有人在意自己。我根本没能力保护这白玉瓶，要是能把它藏起来就好了。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找到了！出来！没想到这白玉瓶居然有灵，能通人心。变小点，再变小点。这白玉瓶绝非凡物，看来我日后修仙，怕是全要靠着这瓶子了。墨川师弟，墨川师弟，坏了，是还是修士，感官敏锐，千万别让他看出我身上的异变。墨川师弟，你难道是引气入体了？没有，我没有灵根，
根本无法修炼。墨川师弟，你的修为一夜之间达到炼气期1层了？不会吧？大概是昨天吃了园子里几株被损坏的灵草，身体才出现了些许变化吧。墨川师弟，你可得当心，寻常灵草需相互搭配炼制成制成丹，对症服务才能辅助修炼，万万不可胡乱服务，否则伤身损体。李长老让我给你送2块灵石过来。说实话，咱们青云宗杂役弟子历来没有灵石发放，即便是外门弟子，每月也仅有2块灵石俸禄。有劳师兄了。原来我昨日的身体异变，便是引气入体，已然踏入了炼气1层。有白玉瓶加持，我的修炼速度定然极快。今日侥幸搪塞过了识海，日后再来其他弟子盘问探查，我该如何遮掩？你过来，这株赤血藤我要了。你是新来的？是的，大人，我昨天才到这里。师妹，既然拿到药草，我们走吧。大人请留步。你还有什么事吗2位大人，我刚来这里，刚会引气入体，可这药园里有噬灵鼠经常出没，啃食药草，恳请2位大人教我一些最简单的法门，我想赶走噬灵鼠。这3本书籍都是最基础的修行法门，应当对你有用，你拿回去自行练习吧。火球术、御物术、引灵术，这本书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。以后要是有人来，你最好藏起来。不过你这么大，要是能变小的话，藏起来更方便。引灵术核心就是将吸入体内的灵气直接导入丹田，再封闭起来，做到灵力不外泄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控制好灵力。往白玉瓶里灌泉水，根本没稀释灵液，反而让泉水直接变成了真正的灵液，浓度和之前的毫无区别。炼气期2层了。我知道，你也在替我高兴呢。看来身体还是有些支撑不住。我居然成功凝聚出了火苗，倒霉倒霉倒霉，差点把自己给烤了。这是要突破了。引灵术我还没学精，实力隐藏还不应手，还是先稳住为好。不知师兄来药园有何贵干？咋的？我来这里干啥？还要向你汇报？我才发现你小子居然引气入体了，不是说不能修炼吗？怎么回事？看来药园里那3株最高年份的赤血藤是被你小子偷吃了。绝对没有！你也知道药草有毒，不能直接服用。我一个没有灵根的弟子早就被毒死了。你小子居然还敢顶嘴！王师兄且慢，你小子偷吃灵草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偷宗门的灵石！说，这灵石哪儿来的？王师兄，像我这样的杂役弟子，宗门是不给灵石的。这2块是李长老特意送给我的，不是每个月都有的。要是以后还有，我一定全都孝敬你。拿不出灵石也可以，那3株最高年份的赤血藤赔给我，这灵石我就不要了。王师兄，药草的事我真不知道，但灵石的话我先欠着，我会跟李长老求2张求财符，灵石一定全都补给您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会跟李长老求2张求财符，到时候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灵石。求财符？我活了这么久，从没听过什么求财符。那要是有这东西，连猪都能上树，你以为这是去庙里许愿？原来之前李长老说送我求财符，不过是不愿意收自己为徒的托辞。若是当时道心不坚定，怕是这辈子都错过了修仙的机会。记着每个月我来收灵石，要是我下次来摘药草，发现少了或是被你拿出去给人，我弄死你！哼！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不是不能修仙，反而能修炼得最快。目前的情况，还是要一心钻研引灵术，将它练到极致。修炼时灵气游走7经8脉，按灵力运转的正确路线冲击周身窍穴，而引灵术则是将灵气全部封存在丹田，不让外人察觉，二者相辅相成。瓶中灵泉取用不竭，可我至今只摸清疗伤、稀释提纯2种用途，宝瓶大半奥秘还待探寻。3层了。进阶时引灵术一同修炼突破，哎，还是我天赋太差。换做其他天才弟子，有这么多灵液辅助，肯定学会更多法术。不过我这白玉瓶确实逆天，得好好藏匿，否则定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原来宗门高阶药材早就被采尽，炼丹用材全靠外购。不知道这白玉瓶对灵草有没有作用？没想到
瓶中灵液还有这功效，让这株七星草片刻间就从20年份长到了30年。药园灵草自有规矩，我身为药园值守弟子，若是一问三不知，日后被宗门追责，必定受罚。我要尽快认全药园所有灵草，理清数量与年份。原来此前那3株被高阶修士取走的赤血藤，竟是50年份的灵药，也是整座药园年份最高的灵草。如今这药园只留存低阶废草，宗门炼丹资源根本不依仗此物。短短片刻，这低阶七星草就直接突破至5，抵达100年灵宝品相，发达了！有这等能力，我的修仙路彻底被盘活了。我无门无派，无师庇护，宗门资源半点都沾不到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今后我低价收购低年份废草，以灵泉催熟进阶，转手便能卖高价时丹药、功法、资源，我皆可自给自足。药园从未产出过100年灵药，此事太过诡异，一旦暴露，我根本无从解释，必死无疑。我已是炼气3重修士，必须尽快摸清青云宗规则，了解修仙界常识。眼下最关键的是找到稳妥渠道，将这株100年七星草卖出最高价，换取修炼资源。宗门之内，石海忠厚可靠，心性端正，李长老为人正直，唯一能信的只有他2人，其余弟子皆与我非亲非故，尤其是王腾。若是被他知晓我的秘密，必定不择手段抢夺至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如今的修为、功法、剑术看似耀眼夺目，但只要我死死守住白玉瓶的秘密，稳扎稳打修炼，用不了多久，便能逐一超越此地所有人。师兄，小弟是值守药园的杂役弟子墨川，冒昧一问，不知李长老的修行居所位于何处？你随我来吧，我正好顺路经过那边。前面便是李长老清修之地，多谢师兄。此地环境清幽，灵气浓郁，比起破败药园好上100倍。墨川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来看看李长老。李长老正在里面炼丹，等一会儿吧，现在不方便打扰。师兄若是有要事，便先去忙，我在这里等着就好。墨川看着依旧只是引气入体的微薄气息，可总觉得他和从前不一样了。如今我能催熟灵草，提升药草年份，若是日后学会炼丹，必定能炼出品质俱佳的高阶丹药。弟子参见李长老。我听石海说了，你居然能引气入体，现在实力还是炼气期1层，这可真是我万万没想到。石海说你是偷吃了药园的灵草，可那些灵草年份太低，药效有限，绝不可能让一个没有灵根的人直接引气入体。只能说你小子是碰巧了，不好好照看药园，来这儿做什么？长老，我想问问青云宗附近哪里可以买到东西？这地图上标注的是赵国境内的所有地方，还有可以交易的城镇，但我得提醒你，不管去哪儿，距离都不近。我修为低微，毫无背景，一旦外出，极易被人欺压，甚至丧命。当下青云宗就是我最好的归宿。弟子多谢长老教诲，弟子告退。石师兄，我出发了。师弟，路上切勿贪玩耽搁，一定要快去快回。我此番外出，目的极为明确，去紧邻青云宗的青云坊市，用100年七星草置换低阶灵草，靠灵泉催熟产出高阶灵药。以我如今的身份和表面修为，根本没资格搭话。幸好全程运转引灵术，炼气3层的修为彻底隐匿，在外人眼里我依旧是炼气1层。要是被他们察觉我短短数日连跳2级，必定心生疑虑。白玉瓶的秘密极有可能暴露，后患无穷。掌柜的，请问您这儿收药草吗？掌柜的，收药草吗？表哥反复追问，是手上有药草要出手。正是，不知掌柜这里收何种药草？我这店灵药通收，年份越高，价格越好。那100年份的七星草，掌柜收吗？100年七星草极为珍惜，别说100年，50年份我都收。你不像拿得出来的。小哥，这株七星草，我给你50块下品灵石，如何？虽不清楚市价，但对比李长老随手赠我2块灵石，就能看出他这是刻意压价。掌柜误会了，我并非想售卖灵药，我是青云宗弟子，近期研习炼丹之术，灵药珍稀，贸然炼制只会白白浪费天材地宝。今日前来是想以物换物，
兑换一批低年份药草，年份越低越好，数量多多益善，如以七星草为佳。好说，若是换药草，这生意便更好谈了。库房积压的低阶灵草正愁没处理，差点直接丢掉。如今撞上主动高价置换的主顾，简直是天降机缘。这些药草我都认识，只是该怎么换才合适？小兄弟要是不嫌弃，这一抽屉一布袋的低阶药草尽数归你，足足上百株，足够我长期催熟修炼，彻底解决资源难题了。这么多药草，我该怎么带回宗门？徒步搬运根本行不通。一旦引人注目，必定出事。小哥可是不知道如何带走这些草药。这储物袋品级低微，装不了什么贵重大件，装你这些低阶药草倒是绰绰有余。你若是不嫌弃，先拿去用，日后有机会再还回来便是。多谢掌柜。此番交易对我而言算是泼天的富贵。哥，还有事儿？没事儿。我早已摸清噬灵属的专属习性，它对天地灵气与隐秘之宝感知极准，从不搞错。它如此亢奋，这枚废铁片绝对暗藏玄机。我修为低微，底蕴浅薄，一旦表露觊觎之心，必会被掌柜察觉。贸然贪宝只会惹来杀身之祸，只能暂且隐忍，静待时机。高阶灵药多生长在凶险之地，还有妖兽相伴。50年七星草价值可观，不扎眼，稳妥安全最适合我。太强了，完全挡不住。我只是炼气1层杂役，毫无战力，根本帮不上忙。墨川，不起眼的杂役身份和朴素衣衫，反倒成了最好的护身符。务必护住这枚玉简，带回青云宗，亲手交给宗主。按规矩，我该立刻返宗复命，但追兵未远，原路返去极易撞上修士。坊市人多眼杂，修士众多，对方断然想不到我会冒险折返回去，暂且躲回坊市最为稳妥。这小子前脚刚走，半天不到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掌柜，我此番回来是有药草想要出售。哦，你还有药草卖？是什么品级的？是家师吩咐让我将这3株50年份的七星草出售，品相年份都足够。这次是依旧换药草，还是换其他物件？此番不换药草了，家师需要灵石，尽数兑换下品灵石即可。一个炼气1层的小弟子，的确接触不到炼丹师的核心部。交友日后不必一口一个掌柜这般贱卖，若是不嫌弃，直接换我老黄即可。黄老哥，你这也算灵药老店，别家店铺都挂神兵珍宝、镇店宝物撑场面，你怎么偏偏挂一块老旧铁片在墙上？我这小店本就简陋，哪有什么镇店之宝？这块铁片不知是何人遗留，便一直闲置在此。不瞒黄老哥，我不白拿你的东西，这3株50年份七星草，其中1株便换你这块铁片，如何？哎，2株，这是我最大底线。若是3株尽数换掉，家师必定追责，我回去根本无法交代，日后也不敢再来和老哥交易了。行了，取下来给小友吧。这铁片看着没什么特别，但绝对是宝贝，离开这里再仔细研究不迟。这20块下品灵石，你也一并拿着。这次交易让我成了小土豪。那女子托付的玉简事关重大，必须尽快带回青云宗，交给宗主。我没见过宗主，也不知道他住哪里，还是将玉简交由李长老处置吧。石海没回来，这小子却先回来了。墨川，你来找我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弟子偶遇一男一女，被人追杀。那名女子将此玉简交给弟子，托弟子交给宗主。你在此等候，不许乱跑。这人眼神好犀利，让人莫名胆寒，心生敬畏。墨川，尽速行礼。这位是我们青云宗的宗主聂风，弟子参见宗主。你是在何处遇到双儿的？你说的那名女子是宗主之女聂霜，难怪她能随意采摘药源高阶赤血藤，原来是宗主女儿啊！回宗主，是在青云坊世外树林。你可知那枚玉简之内记载的是何等内容？弟子不知。我本是无灵根的修仙废人，只是侥幸引气入体，修为低微，既无本事探查玉简，也不敢私自窥探宗门秘辛。无事，你且返回药园值守即可。弟子遵命。以他的实力，我隐藏修为的事，应该已然被他看穿了吧？奇怪，他竟然没揭穿我。明显感觉到我的体魄、经脉、灵气运转，皆比此前精进不少，五感也愈发通透敏锐。难道我又要突破了？这修炼速度未免太过骇人。突破炼气期4层。
成了，我彻底掌控火球术了。我操！为了避免日后出事别人一锅端，还是先藏起来吧。我刚得到白玉瓶时，瓶内仅有寥寥数口灵泉。若非我当时随手灌满普通泉水，意外激活白玉瓶的再生妙用，根本发现不了这等逆天之宝的秘密。噬灵属灵智浅薄，只记得最初灵液稀少，哪怕见过泉水化灵液，也没我完全懂再生规律，依旧以为灵泉喝一点少一点，故而处处结舌。若是噬灵属比我先发现这个秘密，它早已突破至骨妖兽化形，哪里还会乖乖当我的宠物？仅仅一步之差，它却只能依附于我。你不必这般拘谨，放心大口喝，喝完了还有。以我如今炼气4层的修为眼界，完全看不出这物件的奥秘。若不是噬灵属示警，就算随手丢在路边，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小家伙，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铁片居然能吸食鲜血！撑不住了，这是一块骨头。你也跟我玩消失？胸口好痛！我乃不灭一族族长灭魂生，我将普传秘法不灭圣体与不灭魂骨一同赠予这有缘人。我只是炼气4层，根本承载不这逆天之宝的力量。不够，根本不够！炼气6层，居然直接连破2层，这速度要是被人发现，必定引来杀身之祸。肉身看似无益，实则脱胎换骨。当务之急，摸清灭魂生留下的功法传承。不灭圣体，第一步是修炼不死皮，需集齐世间各类制毒，远超我所有古籍认知。剧毒熬汤浸泡，熬过才算入门。第二步，极阴极阳2种至宝。冰火双重锤炼，极致痛苦。不灭圣体大成，肉身不死不灭。眼下最要紧是积攒灵石，积累财富，有海量资源再展露锋芒。小友今日来是购置些什么灵药？家师所需，炼制偏门毒丹，急需一批毒草，不知掌柜店里可有存货？毒草我店存有几样，存货不多。你只管报名目，青云坊事我必帮你寻来。幽冥血菇、黑煞腐心草、九幽曼陀罗。小友，你师父真是青云宗长老？青云宗长老个个正道，从未听闻炼毒丹。黄老哥，你看我穿的像是青云宗正式弟子吗？你本就是宗门杂役弟子，身份低微，修为看似浅薄。长老会派杂役弟子来换炼毒丹的灵药？难道是青云宗那位隐世的炼丹长老？这小子修为卑微，却手笔极大，行事怪异，莫不是在掩人耳目？莫川，你稍后片刻，我去就回。只找到了3种毒草，3种。这些毒草的年份太低了。我做生意最讲诚信，年份不同，价值天差地别。这怎么可能？如此成色的100年灵药，他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随手拿出这么多？背后定是有隐世的炼丹老怪撑腰，这价值已经远超寻常的天才地宝，我这百草堂怕是都换不起。这些灵药价值远超毒草，补你1000下品灵石，绝不亏钱。信得过黄老哥的为人，可否换个像样点的储物袋？当然，
但1000灵石买不起最好的器具，真正方便修士携带隐秘的是这储物剑，起码要1万下品灵石。确实使用太多，只是我现在的身份，不必了，给我来个品质中效的储物袋就行。旧的储物袋就算被查问也能糊弄过去。这要500灵石。小友好眼光，这柄玄铁短刃售价2000下品灵石，剩余灵石寥寥无几，连普通法器都买不起。今日这把短刃我直接相送，分文不取。日后再有天才地宝，多想着我老黄即可。黄老哥厚赠记下了，下次交易一定补齐差价。些许小事不必挂怀，店里不只收灵草，无论品阶高低、正邪偏门的丹药全都收，价格公道。原来如此，老黄放心，我回去问问师傅，若有丹药出售，第一个便来寻你。那就多谢小友了，多谢多谢。毒草还差2位，要想凑齐，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，所以根本着急不来。最重要的是活着一直修炼下去。青云宗诸多长老手中百年灵草尚且稀缺，我一个杂役弟子，若是被发现大量百年剧毒灵草，根本无从解释，必死无疑。低调蛰伏方为上策，待日后修炼所需，实力足够自保，再催逐灵草不迟。隐灵术不仅能隐匿修为气息，修炼过程中还能缓慢淬炼肉身，辅助境界稳步提升。如今的我，单凭日常修炼便可慢慢打磨根基，增进修为。弟子墨川见过聂师姐。怎么不喊我大人了？摸清我的身份之后，倒是嘴甜乖巧，懂得主动套近乎了。初次相见时，我只是懵懂无知的杂役弟子，只能冒昧称呼大人。如今知晓师姐乃是宗门天骄，自然该循规称师姐。我今日前来是专程来谢你，多谢你将修行玉简交于我父亲，虽晚了些许，但终究是救了我一命。不，师姐礼物太过贵重，不必拘谨，这算是一点心意，仅有些下品灵石。我实在看不懂你。一个杂役弟子，不过是侥幸引气入体，却能让我父亲格外看重，另眼相待。我父亲执掌青云宗多年，让我父亲如此上心的，你倒是第一个。罢了，往后你在宗门若有难处，可直接前往剑阁询我。我自以为隐灵术藏匿的天衣无缝，如今看来早被聂宗主识破。顶尖强者的眼界与实力果然深不可测。宗主明知我隐藏修为，却并未曾发难，反倒让女儿主动照拂我。有宗主之女这份庇护，日后我在宗门行事，便无人敢轻易招惹刁难。魏兰，师姐可是还有吩咐？你近期安分守己，少外出走动。以你目前微薄的修为，根本无力自保。如今的赵国地界早已不如往日安稳，四方局势大乱。师姐，不知究竟发生何事？为何会局势动荡？近日域外各大势力横扫周边诸国，如今众人尽数将目光锁定赵国，为了搜寻一件失传至宝。听闻那至宝是一只通体银白、灵气无尽的瓶子。白瓶至宝，灵气无尽，他们要找的东西，该不会是我身上的白玉瓶？宗门杂役弟子每年都有一次内部比斗。只要能杀入前3，便可脱籍杂役，直接晋升为青云宗外门弟子。若是1年之内你连念气3层都突破不了，我劝你直接下山归家。与其在修仙路上苦苦挣扎，不如回去娶妻生子，做个凡人，反倒一生悠哉安稳。我早已是炼气6层，但此境外正道魔道齐聚赵国，只为搜寻白玉瓶。这至宝一旦暴露，我必死无疑。稳妥起见，杂役比试到来前，我就安心留在药园修炼。攀上聂师姐又如何？废物终究是废物，灵石该交还得交。是，王师兄。离聂妹妹远点，再敢擅自靠近，我废了你！张师兄教训的是。经过1年的修炼，我已经达到了炼气7、8层，10丈之内，任何细微异动都逃不过我的神识探查。火球术更是被开发至凡人极致，威力暴涨，足以瞬杀同阶修士。王腾也是炼气7层。张成修为早已踏入筑基初期，哪怕2个我叠加，也绝非他的对手。是时候离开药园，前往青云坊试一趟了。墨川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打算让石海去传唤你。难道长老嫌我累赘，打算将我逐出药园，赶出宗门？10日之后，宗门将举办杂役弟子比斗，前3名可破格晋升外门弟子，这是你最好的机会，好好把握。长老抬爱，弟子愧不敢当。弟子至今勉强引气入体，根本无力参与比斗。弟子只求安稳驻守药园，比斗之时，弟子自愿放弃。这般心性，难怪终生只能做杂役。仅只是给宗主送过一枚玉简，为何能让宗主亲自关照？此事并非我意，乃是宗主亲自下令。10日之后的杂役比斗，你必须参加，没有推脱余地。我操，这次看来真逃不掉了。马上大比了。我得抓紧提升下自己。小友，快1年没见你了，
这么长时间在忙什么？当然是一直在潜心修炼。你这是糊弄鬼呢？哪有这么修炼的？1年过去，狗都能修炼到炼气期2层了，你还停在炼气1层。小友，这次来有什么事？我尼玛，这小子的师傅真不简单，我可以给你出4000下品灵石。我这次不是来换灵石的，我师傅让我用这些换筑基丹。换筑基丹，想来也不是给他自己用。筑基丹价格可不便宜，之前1万下品灵石能买1枚，现在你这些药草只能换2枚，店里只剩2枚了。那就换了。按我对墨川的了解，他向来会讨价还价。老黄，你赶紧帮我收集那些毒草。放心，老弟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凑齐。我已经被人盯上了，定然是黄掌柜店里的那2个伙计。进阶炼气8层之后，至今还未曾有人交手，正好借此机会检测自身实力。喂，小子，你跑什么？哟，是你们2个？有事？2个炼气2层，1个炼气3层，就敢打我的主意？小子，看你样子挺镇定啊，是谁给你的胆量？一个人敢带2枚筑基丹出来？怎么，你们是想抢单？我可是青云宗弟子。就算你是青云宗弟子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你这炼气2层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啊，这么慢。居然敢小看我，看我今天不把你劈了！正好检验我1年苦修的成果。想杀我，那得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先弄死他，拿到筑基丹再说。这家伙隐藏了修为，他根本不是炼气1层。留下吧。这4人全部身家加起来，竟然不足100枚下品灵石，该回宗门了。初见墨川，我就看穿他隐藏修为，原以为无灵根的他只能停在炼气1层，谁知1年时间，他竟修炼到炼气8层，天资远超常人。此人专程在此等候，目标就是我。前辈是在等我吗？你是不是青云宗的弟子？我是青云宗的杂役弟子。没错，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你给我老实回答。对方也是炼气8层，气息稍强，我靠引灵术藏住修为，他并未识破，只是此人目的不明，先静观其变。前辈有什么事？你们青云宗最近有没有人得到至宝？至宝？他说的莫非是聂双师姐托付的东西？不好，被人盯上了。我是药园的杂役弟子，宗门里的事不太清楚。你们宗主是不是有个掌上明珠叫聂双？大人，我只是个底层杂役弟子，宗门高层之事我根本接触不到。您要是想打听，建议直接去青云宗询问，或者找其他核心弟子问问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，我不想多问了，问你也不老实。不如我直接看看你的技艺。我本以为墨川会顺势道出小女的名讳，没想到他守口如瓶，分寸拿捏极佳，倒是让我对他越发赏识。此前双儿与张成外出，便是遭到拜火宗修士围追堵截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追来青云宗，在我山门地下，还要对墨川有搜魂之术。你不是炼气1层，是炼气8层，和我一样。炼气8层又如何？只会区区火球术，再无其他功法傍身，你终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废物。今日我便让你开开眼界，什么才是真正修士的手段！给我去！小子，受死吧！你躲不过去的。我至今为止，除却境界提升与融合不灭圣体根基外，从未修炼过任何正统功法。面对这般秘籍攻势，眼下除了躲闪，别无他法。本以为会身受重伤，却只感受到一丝微不足道的灼痛感，肉身毫无损伤。原来是不灭魂骨的功效。虽说不灭圣体功法，我始终无法修炼突破。怪事，我青云宗从未有这般强悍的肉身功法，宗门也无人传授于他。他到底修习了何种秘术？这肉身韧性与防御力太过离谱。但仅凭融合的不灭魂骨，我的肉身强度就已经远超寻常修士，堪称变态。我今天非要弄死你！给我去死！没想到这炼气8层的修士手段如此繁多。那我便火破之。看来这面大旗的真正威力是针对性耗尽修士的体内灵力。我当初初学火球术，无人指点，今日便让这火术换一种药法。这又是什么诡异功法？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毫无章法的烂打，为何如此难缠？我要弄死你！我修行数百年，从未见过有人这般运用火球术。他明明没有修习其他高阶功法，却将最基础的火球术推演到极致，随心所欲，变幻无穷，太过不可思议了。该结束了。归我了。
终于有正统功法可以修炼了。这小子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就这样回去，难免会引人怀疑，不如将计就计。李长老，我在外面碰到一个修士，他无缘无故就对我发动攻击，我受了重伤，10日之后怕是不能参加了。等下一次吧，这次我就好好看守药园。看来这家伙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宗主，我可是按时通知他参加比试了，如今他身受重伤，无法参赛，可怪不得我。原来这家伙折腾半天，刻意自伤装残，就是为了躲避杂役弟子的比试。我并非刻意针对他，只是此子太过特殊，无灵根之身却能硬生生修炼至炼气8层，背后定然藏着莫大机缘。若一直困在药园荒废自身，太过可惜。墨川的潜力远超王腾。墨川踏实上进，信性极佳，无论伤势如何，他都要参加比试。此事不必告知李长老，让小女聂霜前去传话即可。此番与同阶拜火宗修士一战，让我感触极深，只能靠不灭魂骨加持肉身。想要修炼圣体，必须集齐毒草浸泡肉身，只能慢慢搜集筹备。这是拜火宗正宗的怒尸罡体，我本中只有残缺的上半部分。这是一套正统拳法，需像修炼火球术一般压缩灵力，凝于双拳。招式仿雄狮搏杀，出手伴狮吼之位。功法下半卷是近身防御之术，可惜我没能得到，仅有上半卷也够用，总好过无功法修炼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师姐、师兄，不知二位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？父亲方才特意找我说，墨川外出遇袭，身受重伤，让我送来疗伤丹药。可我仔细观察，完全看不出他有半点重伤的痕迹。赶紧把丹药吃了。我听李长老说你在外面遇到危险。谢谢师姐。给他做什么？他就是个贱民，谁让他没事跑出去胡闹？这次算他命大，下次还有好的运气吗？张成出言刻薄，百般羞辱我，可是他的修为随手便能碾压我，不但只能强忍，还要笑脸相迎。快把丹药吃了吧。多谢师姐关怀。我给你服下这枚丹药，保你伤势快速痊愈，到时候定然状态完好。你必须参加这次杂役弟子比试。师姐，我现在只是炼气1层，别让我失望。我希望你能顺利通过比试。倒过来还是落入了这女子的圈套，只能被迫答应了。你要是通不过比试，就立刻离开这药园。师妹，你到底要让他参加比赛干什么？纯属白费心思。就他这样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其他杂役弟子？事已至此，别无选择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本想直接斩入炼气3层，容易引人深究怀疑。2层修为刚刚好，场上有数名同阶弟子混在其中，毫不起眼，不会被人重点关注。比试开始，第一场，墨川对张磊。连长老都不屑前来，杂役比试根本不受重视。墨川胜。本次比试前3名是墨川、李明、张云松。依据规则，他们3人正式成为青云宗外门弟子。我只比了1场，直接成了外门弟子，这未免太过刻意，像是有人在暗中安排。李长老找你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修炼。不过我们这一脉主要以炼丹为主，药园还是要有人看守。李长老，日后药园就由我来看守吧，让石海师兄留在您身边，好生修炼。我若是遇到任何难题，会第一时间来找您请教，平日里也会主动前来向您学习炼丹之术。真是不思进取，偏偏死守着药园，这般心性，如何能潜心修炼、精修修为？可这小子实在诡异，短短10日竟突破至炼气2层，进度快得离谱。难道是宗主暗中出手相助？可宗主为何偏偏看中这么一个无灵根的杂役弟子？弟子告退。糟糕，还有诸多事宜未曾安顿的交代。你去告诉那小子，外门弟子与杂役弟子身份不同，规矩不同。你将外门服饰、专属储物袋以及基础兵器给他送去，另外叮嘱他，每月必须按时来我这里报到，学习炼丹之术。墨川师弟，这是外门弟子衣物以及储物袋与兵器，师父让我给你送过来，多谢师兄费心送来。成为外门弟子，可前往宗门武技阁挑选一本初级功法。我给你提个醒，新弟子挑选功法大多会优先选择身法秘籍，实用性最高。多谢师兄提点。参见师姐。难得清静，那狗皮膏药居然没跟着来。师姐找我有什么事？恭喜你成功晋级，成为青云宗外门弟子。你如今已是炼气2层修士，更是正统外门弟子。我知晓一处地方，你敢不敢去？有师姐在，我有什么不敢去的？好多宗门弟子，压迫感极强。
和寻常修士截然不同，都是筑基期修士。没想到聂师妹居然带了个炼气2层的师弟前来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药园的小子，没有灵根，居然能修炼到炼气2层。师弟无需拘谨，等会儿若是遇到妖兽，你只管躲在我们众人身后即可。猎杀妖兽之事交给我们，你就当过来长长见识。原来聂霜是带我来猎杀妖兽历练的，我从未见过真正的妖兽，正好借此机会看看妖兽的真实实力到底如何。来了！我操，居然是个胖子！辛苦牛师弟了，你们太过分了，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？牛师弟，我们这不是特意帮你减肥吗？有你们这么帮我减肥的？你们这是想把我喂妖兽？赶紧下来救我！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胖的，这胖子也太夸张了，胖的完全没了脖子，直接把整条大腿遮得严严实实，太离谱了。真是服了，他难道看不出来我只是个炼气2层的弱修士吗？这么贸然把我带下去，就不怕我被妖兽当场吃掉？为什么偏偏这么折腾我？我操！你居然只有炼气2层的修为，这么弱，也难怪那群师兄拿你打旋欺负你。什么意思？牛师兄，你到底要怎么？兄弟，借你用一下，你去那些妖兽面前晃悠几圈，把这群狼全都引到我这边来，我正好把他们全部斩杀，都是上等的炼气材料，能换不少资源。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来给我当诱饵。死胖子，你就做个人吧！我尼玛，这胖子的本命法宝居然藏在这种地方！我操！筑基期修士也太强了，这胖子看着平平无奇，出手竟如此干脆利落，瞬杀妖兽。我刚刚一堆火球半点用没有，真是人比人气死。放心，刚才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别往心里去。等会儿猎杀结束，我分你一只狼尸。以我真实炼气8层的修为，对付这2只青狼绰绰有余。就算正面硬刚，也能勉强单杀1只。但现在绝对不能暴露实力，必须继续伪装弱势。这只狼尸给你，拿到坊市能卖200块下品灵石。对了，师弟，我姓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墨川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聂霜师妹说的那个无灵根也能修炼的小子啊，都练到炼气2层了，不错。按这进度，日后说不定还能筑基，那可就成修仙界一大奇闻了。我修了这么久，头一回见这种怪事儿。都是巧合罢了。哎，就算是巧合，那也是你实力的一部分。对，牛老弟说的没错，巧合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没想到你在这些人当中还挺受欢迎。墨川，走吧。师妹，我来送他吧。我打心底厌恶张成此人，可眼下众人都在，他定然不敢公然作祟，只能暂且忍耐，跟着他回。你给我记清楚了，聂师妹不是你能染指的。再让我看到你跟她待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弄死你。记住，你只是个炼气2层的垃圾。从今日起，我在青云宗又多了一个敌人。此前石海说过，新进外门弟子可去武技阁免费领一部初级功法。我仅有残缺的怒尸钢体上半部分，正缺正统功法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是那个坑人的牛胖子，就算他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方才居然把我推出去当妖兽诱饵，差点害我遇险。完蛋，他是筑基期修士，力道悬殊，我根本挣脱不开。师弟，你不是回药园了吗？怎么又来青云宗了？这是要去做什么？回师兄，我准备去武技阁挑选功法。师弟，我不得不说，你运气是真好。哥正好也要去武技阁，而且武技阁的执事长老跟我关系铁得很。听我的，一会儿保你多拿几本功法。你回去好好修炼，就当哥之前坑你当诱饵的赔罪了。看来这世上还是好人居多，是我之前误会他了。上去吧，想选什么功法就选什么，有哥在，你放心大胆的拿，绝对没人管你。这应该就是武技阁的执事长老了，老人家正在休息，没必要贸然打扰，我先自行挑选功法即可。你在1楼挑个屁！这1楼摆的全是入门基础垃圾功法，直接去2楼。你上2楼专门找一本踏云步，那是顶尖身法武技，实用性极强。另外再拿一本青云剑诀。我刚入宗门，对武技一概不懂，既然师兄指点，定然没错。多谢牛师兄。你干什么去？把你拿到的武技拿过来给我。不对劲，明明是他让我挑选这2部功法，现在怎么又要我交出去？牛胖子，又是你！看我今天不狠狠收拾你！我尼玛，这死胖子是真不干人事，我又被他坑了，白白浪费这次机会。选好武技了？选好了，可是这不是我的武技。选好就赶紧回去修炼，记住，青云宗的任何武技都绝不外传。他这是在故意帮我开脱，不让我多解释。赶紧回去。聂师妹，
你这么大费周章的帮着梅林根的小子，难不成你看上他了？这事儿若是被张成知道，你觉得这小子还能在青云宗过得舒坦吗？哎呦呦！师妹，你父亲是青云宗宗主，位高权重，想要给这小子赏赐2本功法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，还把我也搭进来背黑锅？不白让你帮忙。多谢师妹了，以后有这样的差事，尽管找我。这都是父亲的安排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他资质平平，安于现状，父亲为何这般看重他？牛胖子，又是你！你又忽悠新来的弟子，替你偷取武技阁秘籍，看我今天不狠狠收拾你！武技阁那光头老执事性情严苛，若是让他发现2门上升秘籍失窃，必然会追查到底。必须抓紧时间，先将2本武技内容尽数牢记，刻入脑海，以防后患。寻常步法皆是以力御身，以静控步，可这踏云步截然不同，是将周身灵力游走全身经脉，放松身形，意念空灵，将自身化作一团无根浮云。核心在于感悟天地灵气，不随云动。太好了！虽然尚未炼制大成，依旧生出晦涩，需要日积月累打磨精进，但我已然彻底掌握了踏云步的核心妙用。有了这等神速，日后往返青云访视，根本不需耗费半日光阴，片刻即可抵达，赶路难题彻底解决。不是吧？这青云剑诀居然也是残缺功法？牛胖子就是这世界上最坑的人，就这一本残缺的功法，也好意思说是上乘功法？哎去！妈的，谁在骂老子？哎，算了，我现在需要功法，就算是残缺的，也要修炼，哪怕只有残篇，也足够我现阶段修行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修行路。有人，王腾，他在干什么？先前偷袭我的那名红衣修士，穿的便是同款衣袍，原来是拜火宗的人，在叮嘱王腾留一件至宝。莫非他们说的是我的白玉瓶？看来王腾是拜火宗安插在青云宗的奸细。从对方恭敬的态度来看，王腾地位还不一般，此事事关宗门安危，更是直接牵扯到我最大的底牌白玉瓶，必须立刻禀报宗主聂风，将王腾这名内奸连根拔除。你立刻返回宗门，传信给我父亲，让他尽管放心。那件至宝只要还在青云宗境内，我迟早能找到蛛丝马迹。这小子不用你管，就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，翻不起任何风浪。在我眼里，莫川从头到尾都是个底层杂役，即便成了外门弟子，依旧只是炼气2层的修为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不敬！这小子怎么会施展我宗上乘身法踏云步？法虽然尚且生疏笨拙，却绝对是正宗仙法。是谁传授他的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自行了断，体面自尽；要么我出手，给你一个痛快，少受折磨。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在拜火宗到底是什么身份。不过反正你今日必死无疑，告诉你也无妨，让此个清楚。我乃是拜火宗少宗主，我的父亲便是拜火宗宗主王向阳。既然你是拜火宗少宗主，为何要屈身潜伏青云宗？哼，青云宗区一个2流宗门，在我拜火宗面前差了整整1个档次。我潜伏于此，一来是暗中收拢青云宗年轻才俊，培植心腹为我拜火宗所用；二来也是最重要的，我是为了寻找一件失落的至宝。看在你每月供奉灵石的份上，我会把你埋回药园，也算给你最后一点体面。受死！来得好。不可能！怒尸钢体是我拜火宗独门正宗功法，这区青云宗底层废物怎么可能修炼？一直在刻意隐藏修为，好一个废物！就算你暗藏修为突破8层，今日我也照样弄死你！怎么可能？他修炼的怒尸钢体纯熟度、凝练度居然比我还要高，简直炉火纯青！老子就不信一个藏拙的废物能打得过我！让你见识一下真正完整版的怒尸钢体！不好，我只修成了钢体上半部分，主打肉身攻伤，而下半部分的核心精髓便是这超强防御的怒尸钢罩。王腾居然修成了完整版！糟糕，现阶段仅凭我的功法威力，想要破开他的完整钢罩，难度极大。只会躲吗？藏头露尾的废物！躲？
老子这叫战术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吗？找死！小子，受死！青云剑诀，云卷残阳。必须万无一失，各方势力都在搜寻白玉瓶，一旦留下痕迹，便是灭顶之灾。此战我伤势不轻，唯有白玉瓶灵泉能快速修复损伤。王腾身为拜火宗少宗主，是他们安插在青云宗的奸细。此事到底要不要禀报宗主？我没有证据能证明王腾的奸细身份，一旦上报，只会落得同门相残、私藏修为的罪名，届时百口莫辩，必死无疑。算了，只能暂且压下此事。不过这一战收获极大，王腾底蕴深厚，极有可能藏着怒尸钢体下半部分。这功法防御力太强，青云剑诀威力已然不俗，但根本破不开完整版怒尸钢罩，最后全靠怒尸钢体重拳叠加，这门肉身功法价值远超剑诀。终于到手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便能修成完整版怒尸钢体，攻防兼备，肉身无敌。此事万万不可外露，若是被人发现修炼敌宗功法，瞬间就会被定罪为奸细，必须隐秘修炼。完整版怒尸钢体修炼原理就是将体内灵力精准外放，层层叠加覆盖全身，形成无死角的钢体防御。炼气9层了。如今我的神识范围已然覆盖方圆20米，周遭一切动静皆尽收眼底。刻意展露炼气3层，不会太过惊艳惹人猜忌，刚好能营造出稳步修炼、略有精进的假象。王腾身为宗主亲传弟子，莫名失踪陨落，竟半点波澜都未响起。难道宗主早已看穿奸细身份，心知肚明？整整3个月，无人前来盘问打探，李长老也未曾派尸海寻我，太过反常。弟子参见李长老。怪事。明明是废物体质，近乎2年时间，居然一路修炼到炼气3层，难不成测灵水晶出了差错？这小子怕是最差的引灵根。怎么今日想起来找我学炼丹之术了？弟子的确有心跟随长老修行，只是今日有事需外出一趟，前来报备，恳请长老准许外出。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放着好好的炼丹术不学，整日就想着外出闲逛游荡，真是无可救药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滚蛋！我出去一趟。怎么可能？我苦修许久，如今也才堪堪达到炼气3层。莫川这个无灵根的废物，怎么精进速度如此之快？没想到小友如今已然进阶炼气3层，当真是年少有为，称得上一句大修士了。这老狐狸说话阴阳怪气，讽刺人真是杀人不见血。他是炼气7层的修为，也好意思调侃我。掌柜的，你店里怎么只剩你一人？之前那2个伙计去哪儿？那2个忘恩负义的王八羔子，不知跑去哪里高就了。估摸着是嫌弃我这小店格局太小，容不下他们的野心，另寻门路给别人当伙计去了。他至今不知道那2个伙计早已死在我手中。黄老哥，此前我嘱托你帮忙搜集的毒草，可曾准备齐全？老弟，你交代的事儿我哪敢怠慢？为了你要的那些毒草，我费尽千辛万苦，不仅远赴吴国，甚至专门跑了一趟琉璃城，能搜罗到的，我尽数全都收来了。不必多言，直接把搜集到的药草拿出来我看看。小友，你说的那些毒草，还有2种我实在没找到，
一种是气心花，我倒是听过，但哪儿都没有；另一种叫绝脉草，我听都没听过。小友，你只能去别的地方找找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无妨，辛苦掌柜费心。这些搜集到的药草总价多少灵石？小友，你是不知道，为了帮你寻这些药草，我翻山越岭奔波数月，店铺生意全都荒废，损耗极大，耗费巨多。我还不清楚这老狐狸的心思，满嘴跑火车，故意卖惨抬价，直接开价即可。小友，你就给我10万下品灵石。8万，就8万下品灵石，最低价，这辈子我就认你这一个朋友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么多百年灵药，怎么就松口了？毁死我了！这些足够抵药草费用了吧？够了，绝对够了！小友大气，这笔买卖我血赚。石心花绝脉草依旧下落不明，赵国境内看来根本没有这2种奇毒药草。想要修炼不灭圣体，只能另寻他法。你可知何处能买到石心花与绝脉草？但凡有消息，我必有重谢。小友，不是我不愿帮你，是我真的无从查找。我开门做生意，但凡有半点货源渠道，绝对给你寻来。实在是世间罕见，无迹可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赵国境内所有宗门势力都会齐聚前往一处秘境日月神窟，说不定能侥幸找到你要的石心花和绝脉草。想必小友的师傅最低都是金丹期大修士，所以只能到时候看谁进日月神窟，能拿到这2种毒草的话，你从他们手中购买。不过我想到时候价格肯定不低。多谢老哥提醒，这一趟果然没白来。10年时间足够我稳稳筑基，积攒实力，届时踏入神窟，寻得毒草，圆满修炼不灭圣体。王腾身负极品灵根，1枚筑基丹便可稳稳筑基。我虽无灵根，但常年吸纳灵泉淬炼肉身，根基远超常人。2枚筑基丹未必不能一举筑基成功。筑基之道，便是收敛灵力，凝聚丹台，固化根基。此刻该凝聚灵力，在丹田凝结基台，突破桎梏。能清楚感知到我自身的力量暴涨数倍，灵力流转愈发顺畅自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别人吞筑基丹都是凝结丹台顺利筑基，脱胎换骨，我倒好，硬生生把炼气期堆到了第10层，这算什么造化？日月神窟才是我真正的机会。如今修为大进，莫非可以御空飞行？果然还是不行。唉，灵力再浑厚，根基再扎实，依旧跳不出炼气期的桎梏，无法御空，无法施展筑基法术。这一身炼气10层，终究是个笑话。奇怪，这小子明明还是炼气3层，可气质状态完全不一样了。怎么看都透着诡异。以后外出的事不用再来找我报备，直接去找石海登记即可。李长老，弟子今日前来是想恳请长老教我炼丹之术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小子是吃错药了，还是被疯狗咬了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想学炼丹可以，先把这本书上所有药草特性、样貌全部记牢。什么时候全部吃透记熟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学炼丹。这和药园里放的那本不是一模一样吗？长老，我说了，记牢上面的药草再来找我，能不能对事情上点心？这和你在药园里天天出去玩可不一样。长老误会了，药园桌上就有一本一模一样的古籍，我早已全部熟记于心，尽数掌握了。你都记住了？那你且说说七星草是何模样，有何特性？七星草喜阴，多生长在深山岩壁缝隙之中，植株矮小，株高不足半尺，叶心分布7点成斗柄状的亮色光斑，故而得名七星草，是炼制筑基丹的核心选材之一。那赤血藤呢？赤血藤通体赤红，多攀附老树生长，枝叶带有微弱血气。清风草呢？清风草叶片纤细，气味清淡，长在向阳坡地。不错，既然基础药草尽数掌握，那我便从今日起教你炼制基础寻常丹药，打好炼丹根基。长老，弟子不想只学基础丹药，我想直接学炼制筑基丹。这小子没学会走就想跑，筑基丹是何等珍贵的丹药，一个炼气3层的修士也敢想。筑基丹需要7种灵草配伍，每一种都是50年份以上，药草年份越足，丹场品相药力才越好。你知道这一套药材置办下来要耗多少灵石、多少心血吗？筑基丹丹方我早已熟记，我有白玉瓶灵泉加持，根本不缺高阶年份药草。你私下通知墨川，无论他伤势轻重，务必让他参加本次杂役比试。此事无需声张，也别透露是我的意思。罢了，今日演示一次，你且好生看着，不许打扰。先控好炉火，集中精神，把药草依次放入。这枚筑基丹只能算中等，远不如我之前吞服的那2。现在我已然彻底摸清全套流程与关键。看懂了？弟子愚钝，仅勉强记下粗简步骤而已。长老炼丹术出神入化，火候精妙绝伦，其中精髓弟子一时难以参悟，只能日后多观摩多聆听，慢慢领会。你知晓差距便好。修行炼丹最忌心浮气躁，急于求成，知晓丹炉温度如何精准把控。若没有我一步步提点，就算把步骤摆在你面前，你也全然看不懂，练不成。是弟子太过心急，日后必定沉下心，踏实求学。行了，没事就赶紧回去吧。小友贵客登门，稀客稀客。黄老哥，把你铺子里最好的炼丹炉取出来。
200年份七星草，200年份七星草，整个青云坊市都挑不出几株。我师父近日炼丹到了关键瓶颈，接连废了好几尊丹炉，急需一尊好炉备用。这株200年七星草换你这尊丹炉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不仅够，我还得给小友补上一大笔的下品灵石呢。不必了，先存这里，我稍后再来取。有炉子，有灵草，该亲自炼制筑基丹了。第一步，炼化药材。剥离杂质，接着炼丹打磨，正好锻炼我的神识操控力。还是神识太过薄弱，掌控起来格外吃力。不过也好，有白玉瓶，我在炼丹一道简直是走了无人能及的捷径。完成药材炼化，接着是第二步，药液融合。7种不同药性的药液，需在精准高温日烤下，找到药性平衡点，完美交融归一。火候弱上1分，药液无法相融，各自分离，最终炼废。火候强上1分，药液焦糊，药力尽失。极少有炼气期修士敢自行炼丹。炼气修士灵力天薄，神识羸弱，既无法稳定控火，也扛不住炼丹的巨大消耗。但我不一样，我强行突破至炼气10层，却无法筑基，大概率是先前吞服的筑基丹药力不纯，根基未稳。与其不断高价收购惹人怀疑，不如自己炼制高品质筑基丹。最后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步，凝结成丹。此刻必须保持药液绝对稳定，让药力充分交融。成了，这枚丹药品相、药力都远超当初李长老炼制的那一枚。这套踏云步身法虽未炉火纯青，但同阶之内无人能追得上我。完整版怒尸罡体，我也早已修炼至神形合一。青云剑诀前4招，我也尽数融会贯通。这半年间，我炼出6枚筑基丹，资源储备彻底充足，是时候再尝试一次筑基了。突破了，我筑基了，还是没有半点筑基期该有的丹台基台，和炼气10层的状态别无二致。我突破了，却依旧没有筑基。如今的境界是闻所未闻的炼气11层。原来这便是无灵根修士无法修行的真正宿命。我必须查清无灵根无法筑基的根源。为何我能无限突破灵气，却永远凝不出丹台？晚辈莫川，见过前辈。我认得你，上次你跟胖子偷拿武技，我知你被蛊惑，才没追责。今日再来，怎么还想趁机偷取武技？前辈误会了，晚辈绝非来选武技，只想查阅古籍，求证修行疑惑。查阅资料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前辈请讲，晚辈无不遵从。我年老行动不便。你帮我打扫阁楼，往后随时都能来阁中翻阅典籍。老者分明是有意为难，试探品性，但对我而言，打扫根本算不上本事。晚辈遵命，即刻便打扫。本想摸他姓，这小子竟如此干脆通透。不准用灵力吹风，必须亲手逐本擦书整理，半点不能敷衍。敢偷懒就立刻走，永远别来。一切听过前辈教诲，绝不偷懒取巧。这小子的品性倒是沉稳。赵国只是天罚一隅，修行大道早已残缺。上古正统需炼气13层圆满再筑基，如今修士却只能9层强行筑基，道基先天不足。想不到世间竟有这般改天换地的强者。我借白玉瓶走上上古修行路，既要冲击炼气13层，也要修炼不灭圣体。石心花绝脉草无处可寻，只能寄望于10年后的日月神窟。接下来10年，我定要苦修变强，静待秘境开启。武技阁前辈并非为难我，而是借打扫试炼心性，也让我机缘巧合发现了这本秘典。孺子可教，多谢前辈悉心教诲，暗中点拨。看来是找到你想要的典籍，解开心中疑惑了。行了，不必多言。我说过，往后你想查阅典籍，随时可来。谢前辈。寻常弟子看了也只当故事，这小子为何反应如此之大？难不成他是失传大能转世？也难怪李长老头疼。这小子看着沉稳，平日里倒是总爱往外跑，看着半点不上进。原来我从未走偏，反而走上了世人不知的正统大道。炼气11层不是桎梏，是机缘。我一定要冲击炼气13层圆满。既然知晓正统大道，便要做到极致圆满，不留半点瑕疵。
青云宗后山禁地边缘向来清静，何人敢在此私斗？是聂霜，他怎么会在后山还与人交手？难道是张城内司心怀不轨，趁无人之际在后山对聂霜动手？败火宗的人怎会擅闯青云宗地界伤人？难道王腾势力还是前来寻仇？不对，他们定然是为白玉瓶而来。王腾当初潜伏青云宗，便是为探寻灵泉至宝。如今王腾失联，他们必猜他找到线索被人灭口，这才派人潜入宗门搜寻追查。当初杀王腾太过急躁，终究是引来了祸端。先不管那么多，救人要紧。莫川，快走！他们是筑基修士，你根本不是对手。女人，闭嘴！这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莫川吗？区区炼气蝼蚁也敢与我争锋！师弟，这小子诡异，一同出手！明白。正面硬拼，我胜算极低。你赶紧走，立刻回宗搬救兵，请宗主前来。快走！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女人果然头发长见识短，是故意支开他，留在这只会碍事，斩杀筑基修士，境界没法解释。我拖住他们，你立刻去找我父亲求援。女人，给我滚！立刻去找你父亲。我在宗门向来众星捧月，从未被如此呵斥。我不顾伤势帮他，他却这样凶我。正面斩杀虽难，但无人碍事，我便可用计绝杀。两位且慢动手，都是自己人。我是王腾少主潜伏在青云宗的贴身护卫。自己人？少主潜伏之事属于局秘，我们从未听说少主在此还有护卫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证明你是少主麾下之人？见此令牌，便知真假。我便展露一手，让你们见识真正的圆满怒尸罡体。没错，这就是怒尸罡体，比我们修炼的还要精深，绝对是自己人。原来少主早有安排，是我等多疑了。少主如今身在何处？为何失联多日？少主当然是在送你们上路。怎么可能？正常情况下，斩杀筑基如登天。可你们轻敌卸去防御，便是自寻死路，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若是被宗门发现，一名炼气期弟子斩杀2名筑基修士，根本无从解释，只会引来无尽麻烦与猜疑。聂霜很快便会带人赶来，这场戏必须演到底。还有气息，没死，尚有挽救余地。别慌，我没事，都是装的。切记，千万不要暴露我的任何异常。你父亲为何没来？我父亲外出宗门办事，不在山上，我只能请来李长老。你没跟李长老暴露我的实力吧？我半个字都没提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从现在起彻底忘掉今日所有事，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我的真实实力。方才那2名败火宗修士是不是都被你杀了？只是巧合碰巧发现功法弱点，侥幸得手，切记保密。哪来这么离谱的巧合？分明是刻意遮掩。这人演戏也太逼真了。长老，是您救了我吗？多谢长老救命之恩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前一秒杀伐果断，智计百出，转眼就柔弱乖巧，演戏太会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最近就待在这里，顺便留在这里看我炼丹。药园那边就交给石海打理。长老，我没事了，还是去看药园吧。我自由惯了，石海怕是难适应。没事的，长老，我现在就回去。丹药疗效这么好吗？刚才还奄奄一息，现在好像又活蹦乱跳了。聂霜啊，你今日也看见了，这小子就是典型的烂泥扶不上墙啊！放着大好机缘不要赖在药园，懒散懈怠不思进取，真是无可救药。明天把这枚丹药服下，伤就好差不多了。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会演戏的男人。服我。师姐，我就不留你了。你我之间的秘密，务必替我守住。这家伙怕不是脑子真有问题，
宗门多少天骄都想伴我左右，也就墨川对我这般冷淡。俩人合计才不到5000下品灵石，余下的全是些没用的垃圾。拜火宗的人为何总在青云宗附近频繁活动？难道王腾发现了宝贝，遭人灭口？下次来的或许更紧，早日筑基成功，方能立足自保。如今连12层壁垒都无法感知，也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。10年之内能否顺利筑基，我心中半分把握都没有。最憋屈是手握不灭圣体功法，却受天地规则所限，无法修炼。参见聂师姐、张师兄。哎呀，墨川师弟，那么客气干什么？我来帮你吧，多谢前几日救命之恩。你和聂师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师兄，宗门里的人都知道啊。那天我恰巧碰到聂师姐被2个敌人围攻，我替她挨了2下，宗主不在，李长老救了我，就这么点事儿。那2个废物，怎么没把你拍死？够了！你若是无事，便立刻离开药园，回去潜心修炼，不要在此无端滋事，胡乱指责。师妹，你为何偏偏执意待在药园？给他几枚丹药，几本基础功法，你何必对他这般格外优待？张成，我留在这里只是想打理药草，你专心修炼便是。别忘了你身负赵国皇亲使命，入宗修行的初衷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上。墨川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有宗主父亲庇护，可我无依无靠，根本无力抗衡。你有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没听过这么动人的话。你没有灵根，根本无法修仙，让我收你为徒那是不可能的。但之前我答应过你父亲，为了兑现承诺，你就去药园当一名杂役弟子吧。我也喜欢他，可我现在根本没能力保护这份感情，如何配得上他？他曾跟着李长老修习炼丹，会炼丹尚且有理，可炼气期能炼出完整筑基丹，这份本事实在太过惊世骇俗。从前的我竟有眼无珠，把一位深不可测的大佬当成了可有可无的普通外门弟子。师姐，我求你了，别再来药园了。你日日前来，太过惹眼。再这样下去，全宗门的人都要注意到这里了。我操！你小子也太有手腕了，硬生生把高傲的张成气得七窍生烟，我算是彻底服了你。聂师妹何等天骄人物，跑来药园给你浇水打理灵草，把张成的长老都被惊动了。你到底给聂师妹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到底用了什么招数？教教兄弟我。看来我的安稳日子要到头了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父亲的亲传弟子王腾被拜火宗的人杀了。这消息是谁告诉你的？我父亲王腾虽平日偷奸耍滑，修炼懈怠，可他是万年难遇的极品灵根。我父亲对他寄予厚望，悉心栽培，没想到最终惨死在拜火宗手中。我父亲为这事追到吴国，差点没回来，如今身负重伤，正在闭关疗伤。怎么会发展成这样？是谁告诉宗主，王腾是被拜火宗的人弄死的？这已然是2大宗门的对立死局，绝非我一个小小炼气期修士能够掺和的滔天大事。师姐，我打算近期闭关修行，你能不能暂时不要来药园？你要闭关？正好，宗门有闭关密室，我带你过去。跟我来。还好，没有提前筑基。半个时辰后，炼气12层，圆满突破。突破成功了。嗯。我父亲要见你。宗主突然要见我，必然另有要事。进来吧，双儿，你留在外面等候即可。我与这小子有要事单独相谈。
宗主受伤了。弟子墨川参见宗主。小子，你藏得挺深啊。宗主恕罪，弟子资质愚钝，听不懂您话中深意。我身受重伤，过来扶我一把。如实告诉我，你是筑基还是炼器？别以为引灵术能瞒过我。我没背景，没灵根，进宗门全靠机缘。你无灵根，我早知道，机缘是秘密，我不问。不过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：王腾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？绝对没有，他可是您亲传弟子。老狐狸休想从我嘴里套话。没有就没有吧。王腾是拜火宗奸细。我操！双儿说我去拜火宗讨说法才受伤，只是掩人耳目。今日告诉你天罚大陆真正格局，这片天地名为天罚大陆，分4大区域：赵国、吴国、琉璃城、无极仙山。区域间有屏障，飞不过去。往返穿梭只有2种方法：其一，依靠唯一跨域传送站；其二，强行穿越空间乱流，元婴期大能闯入，若无法宝，同样葬身虚空。跨域通行唯有传送阵稳妥。传送阵耗费灵石，每月仅开启1次，需缴纳巨额灵石方可通行。各守疆土，互不侵扰，维持脆弱平衡。此番彻底打破，出了意外，王腾死在了青云宗。他是拜火宗奸细，可人死在我青云宗，我有口难辩。拜火宗认定我杀王腾，战争一触即发。王腾之死引发2大宗门战争。我追到吴国是查真凶，给拜火宗交代。聂风去吴国是查真凶，阻止战争。墨川，青云宗几百性命不能陪葬。你若知道什么，告诉我，自有分寸。王腾一死，看似是你我私怨，实则直接将我青云宗推到了悬崖边上。宗门如今岌岌可危，四面受敌。原本赵国百年秘境日月神窟，历来是4大宗门专属机缘。可拜火宗宗主王向阳借其子王腾之死发难施压，更暗中勾结琉璃城顶级势力，联手针对我青云宗。琉璃城坐拥碎天宫秘境，为何偏偏要来争抢日月神窟？赵国内3大宗门跟风施压，我青云宗独木难支，万般无奈，只能禀报闭关老祖。青云宗竟然还有老祖！青云宗力派千里，老祖是元婴期大，此番全靠他出面震慑斡旋。4位老祖联手才稳住局面，与对方达成初步协议。这场风波打乱大陆万年格局，无极仙山等大势力借势入局，全大陆所有秘境全面开放，全境筑基修士均可进入，再无宗门地域限制。小子，你该猜到我要说什么。10年内你必须突破筑基，唯有筑基才能进日月神窟。筑基分4境，初期在秘境寸步难行，想夺机缘至少要筑基中期。我能不能筑基都难说，还有中期，我没灵根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别不情愿，别让我失望。我去吴国受伤根本不是为了王腾，我这一身伤全都是为了你。你后山杀王腾，真以为天衣无缝？若非如此，我怎会挨王向阳一掌？如果达不到筑基期，那我就把你交给王向阳。宗主竟什么都知道，我的白玉灵泉他不会也知道吧？应该不会，否则我早被夺宝了。宗主，宗门筑基修士众多，让他们去不就行了？真是，别人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还想不想娶我女儿？宗主息怒，保重身体，弟子一定尽力。赶紧滚蛋！聂风怎么和李长老一样，总来手赶人？今日所言，一字不得外传。宗主，这话您还和别人说过？我只对你一人说过。若是宗主自己泄露，又当如何？那我一样弄死你！宗主真是深明大义。我父亲没为难你吧？那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敷衍能不能认真点儿？今日谈话半句不能传，你父亲会要我命，我不敢说。小子，让我等了很久。不知张师兄等候有何指教？快拦住他！赵国皇室手握整片赵国跨域传送阵，要是和他闹掰，对青云宗百害无一利。原来父亲跟他说了这么多隐秘。师兄，我认输，
我不是您的对手。小子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你彻底激怒我了！别动手，他根本不是你对手，他连灵根都没有，你这是欺负人！再闹，我父亲会逐你出宗门，这是残害同门。真想比，等他筑基了再一战。等他筑基，等他筑基，猪都能飞上天了！小子，别让我逮到机会！师姐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你若是日日守在药园，这家伙迟早要跟我拼命。你还是回去吧，我真有很多事要做。哼，真是块木头。10年筑基，冲击筑基中期，还要角逐秘境机缘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必须争分夺秒，苦修突破。不要筑基，绝对不能凝聚基台，我要的是超级灵气漩涡。成了，没有提前筑基，突破了，他真的突破了！我要下去和他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再等等吧，等他境界稳固。这一定是灭魂生说的不灭一族的血脉之力，看来这血脉会随着修为增长不断觉醒。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？炼气期。那你这2年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何气息强悍到这般地步？修炼突破啊！你没发现我比之前强多了？距离10年后日月神窟开启，已经过去2年多了。我闭关的这2年，宗门之内可曾发生什么大事？这家伙真是块木头，出关不问我闭关辛苦，不问我近况，不过都是大人物之间的博弈。我此番重回青云宗，休整过后便会即刻闭关修行。哦，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想跟我说？嘿嘿，祝师姐早日能结丹。这么久没见，你就一点都不想我？师姐还是尽快回去准备闭关吧。日月神窟开启在即，届时你必然也要入秘境争夺机缘。眼下潜心提升实力才是最紧要之事。我从不是铁石心肠，更不是不懂他的心意，只是始终觉得我不配，没勇气迈出那一步，只能选择逃避。突破到炼气13层，我的神识竟然变强了这么多，神识范围足足扩大1倍，范围内草木动静、气流变化全都一清二楚。这艘灵船是专程到访青云宗的，当下首要之事是彻底适应炼气13层的圆满境界，稳固根基，不突破筑基，绝不出药园半步。这家伙来干什么？师弟这是达到炼气9层了，下一步就要筑基了吧？你居然没灵根都能这么快突破，要是筑基成功，简直能震惊整个宗门。现在越来越看不透牛胖子了。要知道李长老都看不穿我隐藏修为，可是牛胖子并没因为我现在的修为而震惊，这家伙绝对不一般。牛师兄来药园有什么事？咱俩这交情，师兄闲来无事过来看看师弟，难道不应该？你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能安什么好心？师弟，宗门今天来贵客了，你猜猜是谁？是琉璃城的圣女亲自到访青云宗，说要和年轻一辈修士切磋切磋。我来你这儿就是躲个清静，那种场面太闹腾。你要是感兴趣，我可以带你远远瞧个热闹。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，你见了肯定也得动心。虽说红颜祸水，但人家是真的有资本。28岁，实打实的筑基大圆满修为。你再看看师兄我，苦修将近40年，才堪堪筑基初期。这圣女天赋绝世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她此番跨界压境，摆明了就是欺负我们赵国宗门底蕴不足。依我看，这次4大宗门切磋，咱们青云宗必定惨败。等后续日月神窟开启，咱们这种普通筑基修士进去，说白了就是炮灰。师弟，听师兄一句劝，别着急筑基，安稳蛰伏。修炼不灭圣体第一步，不仅需要毒草浸泡肉身，还需寻得极阴和极阳2种法宝淬炼体魄。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绝对不能放弃这次秘境的机会。师弟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你今年应该23岁了吧？
这家伙又想说些什么奇怪的话。那琉璃城的小丫头片子和你很般配啊，师弟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想去看看那琉璃城圣女？想去的话，师兄带你躲起来，悄悄看一眼。说实话，师兄也想再看看。走嘛，别害羞，就远远看一眼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聂霜师妹的。这胖子消息倒是灵通，居然能看出聂霜对我有意思。可他不明白，我们二人之间差距太大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结果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也想亲眼看一看那位琉璃城圣女。这名老者修为深不可测，完全看不出具体境界实力。单单是站在他对面，仿佛都能被这冰冷的气息彻底冻住。那老者是琉璃城的长老，他们这次来肯定是为了日月神窟。琉璃城的道友想与我宗年轻一辈切磋，有愿意应战的自行站出来。聂宗主，既然要相互切磋，要不要加点赌注？不知左长老想加些什么赌注？至于赌注，我有一提议。我方琉璃城圣女一人战贵宗10名筑基弟子，只要有人能碰到她一脚，便是落败。还有一种办法，胜出者多的一方赢，输的一方退出日月神窟试炼。聂宗主觉得如何？绝对不能答应！日月神窟100年开启一次，关乎宗门数百年根基，更何况此战我们毫无胜算。聂宗主，若是不敢，我们把赌注换一下如何？输的一方进入日月神窟后，要将获得的宝贝拿出一半。看来聂宗主有为难之处，您看这样如何？我知道青云宗老祖手中有一节冰魄玉髓，这东西对我琉璃城圣女苏千叶所修的功法大有益处。原来如此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圣女求取冰魄玉髓。只要贵宗弟子能胜过我琉璃城，我们额外再拿10株100年的药草送上。聂宗主，你看如何？可冰魄玉髓是老祖的私人物品，我无权擅自做主。聂风，答应他们的要求。琉璃城不远万里而来，我青云宗不能失了礼数。这就是咱们青云宗的老祖明千秋，这是我此生见过最强的存在。好，那便10对1吧。左长老既有10足自信，我便遂了你心愿。你们各派出门下最强的筑基期弟子出战。师弟，你看李长老如今这般为难，你还不赶紧下去帮帮他？帮个屁啊！我只是个区区炼气期修士，上去是送死。最后一个名额由我替丹阁请缨出战。他不是那个没灵根的废物吗？怎么突然成炼气9层了？旁人不知，我根本不是炼气9层，而是炼气13层。莫川，此处绝非你能放肆的地方，速速退回药园，不得胡闹！我怎么可能是苏千叶的对手？这死胖子又把我坑惨了！赶紧跟我父亲道歉，立刻离开这里。既然来了，此战无论输赢，你便替李长老门下出战吧。是他。之前我灵州途经青云宗后山，就是此人偷偷窥探于我。聂宗主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左长老此言何意？聂宗主，你当真要派名炼气的弟子出战？换一名炼气弟子出战，平衡局势有何不可？好，很好。到时候青云宗输了，可别不认账。我青云宗能在赵国屹立1000年，你真以为是靠一张嘴吗？你以炼气期实力随师兄师姐与圣女切磋，必须拿出全部实力。若是敢有任何隐藏，此事关乎宗门荣辱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聂风这番话看似敲打，实则逼我出手，今日怕是难以脱身，甚至会被顺势废去修为。死胖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日，我必让你尝遍被坑之苦。此事处处蹊跷，绝非偶然。分明是牛胖子与宗主串通设下的圈套。你们一起上吧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碰到我的衣角，我便认输。我是宗主之女，绝不能在这场比试中落败，更不能让青云宗颜面尽失。我境界最低，仅炼气13层修为，远不及一众筑基修士。苏千叶是我遇过最强对手，10人为1，看似占优，实则毫无胜算。5息之内攻势无数，无人能触其一角，难卜其诡计，阵型混乱，险些自相残杀。烈焰滔天！蠢货，空有实力无脑子。此招范围极广，场内尚存9名同门，难伤圣女，必先乱我方阵型，自食恶果。
冰封千里。就立刚，就是此刻。境心力未生，其冰功极强，然境界不足，经脉难承冰寒侵蚀，灵力运转不畅，此为最大弊端。筑基弟子技术落败，唯独炼气机弟子不受寒气影响，匪夷所思。糟了，墨川一定是被吓呆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墨川竟然能化解苏千叶的力道。哼，没想到你居然只会躲在女人身后，真是个藏头露尾的乌龟。聂师姐，不用管我，我自己能护得住自己，不然的话，宗主也不会让我上场送死。这气息比之前强了太多。干脆等苏千叶将其余所有青云弟子全部打下台，我再单独与他对峙较量。赌约规则，只需碰到他衣角，就算我方胜出。我自知修为远不及他，不求正面击败，只求寻得一瞬破绽，触碰到他衣衫即可。我的怒尸罡体早已修炼至巅峰极致，大不了届时全力搏杀，哪怕身受重伤，也要近身触碰他分毫。我有灵泉护体，只要性命无忧，再多伤势也能快速修复，根本无需惧怕。连数位筑基大圆满的师兄都不是苏千叶的对手，我与他修为相差几个小境界，若是正面死战，恐怕连一招都撑不过。搞了半天，咱们青云宗的脸面今天彻底被这个外门废物丢尽了。之前长老邀我出战，我当即果断拒绝。我早就知道此战必败无疑，这般丢人现脸、极易受伤的蠢事，我身为皇室子弟，怎么可能去做？这墨川纯属自不量力。给我闭嘴！你之前说过，只要有人能碰到你的衣角，就算我青云宗胜出。此话当真？你赶紧自己滚下擂台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3名筑基大圆满的师兄都被尽数打下台，你一个炼气期修士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言不惭？竟敢在全宗要员的废物狂妄自大！别耽误时间，我没工夫跟你啰嗦，我还要前往赵国另外3大宗门挑战，识相的就痛快认输。我很清楚，以我当下炼气修为，想要尽数挡下这数道冰锥，难如登天。筑基与炼气的境界之鸿沟本就难以逾越，但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能躲避几枚便躲避几枚，剩余攻势只能硬抗。风卷残阳，我修炼的不灭圣体本就是近乎自残的逆天功法，常年淬炼肉身，承受剧痛，这点伤势对我而言不值一提。我早已习惯在伤痛中突破成长。他居然徒手应接苏千的冰锥，这小子绝对是疯了！冰锥蕴含极致冰寒之力，炼气期修士徒手触碰，手臂瞬间就会被冻废，甚至直接冻成冰坨。他这是在自毁肉身！我看似修为只是炼气期，真实战力不输筑基初期，甚至逼近筑基中期。而且这道冰锥穿透剑锋后，力道已然损耗大半，我完全有底气应接。怎么可能？一个炼气期修士，这小子纯粹是运气好，一定是圣女手下留情，想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知难而退。没想到我80%的力量。原来之前苏千叶与我宗筑基弟子交手，一直刻意收敛实力，未曾尽全力。如今爆发的气息，才是他真正的威风底蕴。这股威压太过恐怖，墨川这次怕是要活活被打死在台上。这招威力太恐怖，这完全是跨越境界的绝杀术法，绝非我当下能够抗衡。可我绝对不能退，一旦我战败，青云宗输掉赌约，我此冰魄玉心就会拱手让人。这招剑法本需居高临下，借势发力才能发挥极致威力，可我如今无法御空，身处绝对劣势，只能逆势而为，自下而上强行催动这一剑。以我当下的修为，给我爆！绝不能给他任何蓄力出手的机会。我唯一的胜算就是近身搏杀。宗主，你可否告知老夫，这小子如今施展的到底是什么功法？应当是拜火宗的怒尸罡体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又是摇头又是点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操，这家伙也太能打了！我们身为青云宗顶尖筑基战力，竟被炼气期弟子压过一头，颜面尽失。近距离缠斗之下，我根本没法全力施展招式。这墨川跟3块狗皮膏药死死粘着我。
我的攻击每次都能重创他，打碎钢体，可他肉身总能瞬间复原，恢复力简直诡异。境界压制对他近乎免疫，完全起不到作用。事到如今，只能使出最后一招了。琉璃城的颜面绝不能丢。这墨川简直疯了，硬生生扛下所有攻击，拼命想要近身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既然你找死，那就休怪我无情，铭记。就是现在！放肆！我修行多年，从未有人能近身3尺，更别说触碰我的身体。今日奇耻大辱！这小子居然当众扯下了琉璃城圣女的丝带，这简直是当面狠狠羞辱琉璃城！我这是在哪儿？不知道昏睡了多久，这伤势也太疼了，简直像散了架一样。这女人真是胸大无脑，没看见我快散架了吗？对不起。该死的胖子！若不是他当初把我从房顶上推下去，我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妹子，你下去休息吧，在这里熬了3天了，下面由我来照看他。可是师兄，没事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嘿嘿，小子，差不多得了，怎么还拿着人家圣女的丝带？你是不是看上圣女了？原来我昏迷之后，这根丝带一直被我牢牢握在手里。双儿，带他回房，好生照看。是。长老，之前的赌约，不知道琉璃城还算不算数？琉璃城信守赌约，之前规则不变。日月神窟开启，我方精锐筑基全员入窟，圣女随行。我方弟子所得宝物全部归青云宗所有，以此赔罪。聂宗主，我等便不在此叨扰，这便带人离去。长老何必急着离去？不如在我青云宗小住几日，也好让我静静地主之。那小子手里的丝带还我！左长老，苏圣女，您看墨川攥得这么紧，强行掰扯，恐怕……今日之事，我牢牢记住你了，墨川。嘿嘿，我就说你看上人家圣女了吧，还不承认？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家妹子对你早就心有所属，你要是敢辜负她，我一定会弄死你的。好了，把这丹药吃了，好得快些。你好好养伤，等伤势痊愈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牛胖子的兄弟。苏千爷这一击实在太重，险些直接陨落。不对，我一定要进入日月神窟，唯有里面的天材地宝才能助我快速精进，突破境界。这般恢复速度太过骇人，若是让聂宗主看到，定然不会大吃一惊。我必须尽快回到药园，即刻闭关冲击筑基期。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直接去找宗主讨药，如同邀功。此时让聂双代为传话最为合适。牛胖子刚才给我喂了一枚丹药，伤势好转了很多。哦，我接下来需要立刻闭关，必须尽快突破筑基期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日月神窟开启在即，我也需要突破境界，做好准备。你能不能帮我跟宗主说一声，我想借用之前那间闭关室闭关修炼？不用跟我父亲说，走，我带你过去。果然是宗主之女，行事就是方便。等你出来，一定要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自然知晓他问的是儿女情长之事，可我如今一心修炼，争夺机缘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。这便是不灭血脉搭配海量灵气的威力，我的肉身即将踏入全新层次。5年苦修，我的肉身已经淬炼到极致，再无半点提升空间，是时候冲击筑基期了。我身无灵根，修行之路本就异于常人，想要筑基，注定要付出远超常人的代价。好险，若是没有不灭魂骨护持，方才药力失控，我心脉定然受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刚才太过急躁，本该先吞3枚，药力不足再补第4枚，一口气吞吐4枚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无破不立，破而后立，这是筑基必经之路。寻常修士筑基，仅靠筑基丹单一药力辅助，我却融合了筑基丹与灵泉双重力量，丹田灵气化作淡金色，
浓郁程度远超同阶修士，此番凝聚的筑基台必然非同凡响。还差最后一步。筑基期成了。这般异象，定是老祖修炼功法。谁在那间闭关室修炼？是墨川那小子。筑基怎会引天地异象？天道已变，筑基了，出来吧。筑基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只想试试筑基修士的御空之术。方才你做了什么？只是筑基而已。我问的是天地异象。我也不清楚缘由。日月神窟即将开启，进去了，没人能帮你。好好修炼。是下半部青云剑诀。先稳固筑基初期修为，再参悟青云剑诀下半部，同时去一趟青云坊市，备齐物资，应对日月神窟。这剑诀下半部并不完整，最后一招缺失，下半部共计4招剑式，每一招威力都成倍递增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只能先熟悉个大概。还有1年半便是日月神窟，足够我完善战力。先去坊市配齐物资，之后找牛胖子带我外出历练。万古独一份的炼气13层筑基，同阶之内我无敌。6、7年未见，他真的筑基成功了。如今的他，连我都要仰视。黄大哥，别来无恙，我今日前来是有要事找你帮忙。小友太客气了，请讲。之前您送我的那柄短刃，在我跟琉璃城圣女打架时碎了。小友，外界传言当真不假，你居然真的当众扯下了琉璃城圣女腰间的丝带。那是个意外，宗门非要让我上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和圣女切磋一下，结果一不小心把丝带扯下来了。我懂，我都明白。当着全天下修士的面扯下人家圣女丝带，你居然说是意外？哼，我信你个鬼！小友，看来你这次是想弄一柄短剑。没错，除此之外，长短配剑各来一柄，恢复灵力和疗伤的丹药，每种给我20颗。小友，如今坊市行情紧张，我最多只能给你凑齐每种10颗丹药，而且价格高得离谱。为何价格会高得离谱？你不知道？日月神窟即将开启，所有修士都在疯狂囤积丹药，价格自然暴涨。也就是我愿意托关系帮你搜罗，换做旁人，有钱都未必能买到。那便只能劳烦黄老哥了。我跟你实话实说，10颗疗伤丹，10颗灵力恢复丹，折算下来足足需要50株百年灵草，这还没算长短推荐。若是配齐所有东西，最少需要70株百年灵草。无妨，我给你100株百年灵草。你小子真以为青云宗是你家开的，动不动就100株？老黄尽管收下，麻烦尽快帮我配齐物资。我操！这小子居然这般阔绰，足足多了30株，这下真是赚大了。全天下都知道你筑基成才，却无人知晓你师父是谁。我好奇多年，今日还请满足我。你尽管放心，今日之事我定然烂在肚子里，绝不外传半个字。能让我随手拿出100株百年灵草？你觉得我师父是谁？正是青云宗那一位。我尼玛，居然是青云宗老祖！只能把您搬出来了，要不然这谎圆不过去。老祖别怪罪，我这样的弟子应该不会给您丢人吧？小友，你在此安心等候，我这就去帮你把所有物资配齐。黄掌柜，快有请！给我取10颗上品疗伤丹药和10颗极品灵力恢复丹，另外2把剑我全都要了。您这是来进货啊？算是吧，受人之托。老黄，买这么多东西，现在价格可不低。我劝你等日月神窟试炼完了，价格肯定降。就是为了让人进军日月神窟所用，一刻耽误不得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些东西是为你们青云宗最年轻的天才弟子墨川准备的。开门做生意一视同仁，无需特殊通融。老黄，你也听到了，如今物价暴涨，这批物资价格确实极高。
我操！你今日这般阔绰。现在行情涨了，看在咱们多年交情上，60株最低价了。小友，长短双剑丹药一应俱全，总共只花费60株百年灵草，剩下的灵草就先放你这里保管，日后我若是资源周转不开，也好找你。难道有人想杀人夺宝？敢在青云地界之外劫杀修士，此人修为定然在筑基初期之上。晚辈与前辈无冤无仇，难道前辈是想杀人夺宝？晚辈是青云宗弟子，师父是青云宗老祖。哼！筑基初期，难道他之前的气息是靠特殊法宝，还是移动功法比我高深？我近日参悟剑法下半部，发现这套剑法的关键在于实战之中打磨，提升威力。既然你是筑基初期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剑法讲究1寸长1寸强，用长剑施展心血的剑法最为合适。方才试探已经知晓，压制在筑基初期，并非这小子的对手，还是稳妥行事为好。崔成，敢抢我的东西，管你是男是女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我操！这招分明是青云剑诀的第6式吞日，他竟然会青云宗的剑法！你是青云宗的叛徒，修炼我青云功法，还敢拦路抢劫，败坏青云宗名声！我今天就代表青云宗斩了你！臭小子！你笑什么？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吞日！我如今已是筑基中期修为，这少年仅仅只是筑基初期，为何能轻易破掉我的招式？而且他的剑光还在朝着我逼近。我操，这女人竟然这么棘手！我还是先跑路吧。让你看看青云剑诀第9式，根本没有什么第9式，早就失传了。我这是故意唬他。青云剑诀历来只有8式，最后1式早已失传数百年，从古至今，就连青云宗老祖都未曾参悟习得。这小子竟然说会第9式，这小子倒机灵，难怪双儿看中你。还好我反应够快，机智过人，要不然不仅身上宝贝保不住，连小命都得交代在那儿了。如今进入日月神窟所需的物资已然全部备齐，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潜心苦练青云剑诀，提升自身实力。师妹，我是墨川，想找牛师兄。莫师弟，跟我来。多谢师妹。滚出去！小子，刚才的事儿就当没看见，明白不？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让你带我去猎杀妖兽。没空，哪有心思跟你干这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这嘴可就管不住了。你小子敢！有什么不敢？你是筑基初期，我也是筑基初期，凭什么不敢？你就算说出去又怎样？男欢女爱，修士也是人，我找一名道侣有错吗？我没做错什么，你去说啊！唉，师兄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去猎杀妖兽，不管得到多少妖丹、皮毛、骨骼，全给你，我一个不要。我就是想练练手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不用出力就能白拿资源，不干白不干。今天来不及了，猎杀妖兽风险不低，单凭我们2人不稳妥，我召集几位常外出狩猎任务弟子，明日结伴出发，看看有没有新增的妖兽任务。功勋堂那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宗内兑换物资全凭功勋，做宗门任务就能赚取。任务多是处理妖兽作乱之类的事，你选一份妖兽相关任务，明日我俩一同前去完成。总算是把这傻小子忽悠走了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
这就是功勋堂。太好了，果然有猎杀妖兽任务。疯了吧？他一次性摘了12道妖兽猎杀任务。妖兽任务本就凶险，寻常弟子一次最多接1-2道，这人怎么敢一口气全包？简直自不量力！我认得他，他就是之前比武台上单人直面苏千叶的那个墨川，现在好像已经筑基了。墨川，你给我站住！弟子参见长老。你知不知道功勋堂的规矩？我知道啊，拿到任务赶紧去完成。任务一旦摘下，就必须按时完成。若是完不成，不仅拿不到对应功勋，还要3倍退还功勋给宗门，明白吗？不是拿到任务就万事大吉，完成任务才有奖励，完不成是要受宗门处罚的。这牛胖子太不靠谱了，只让我来接任务，压根没跟我说还有这般严厉的处罚规则。应该没什么事，牛师兄会召集宗门其他弟子一同出手，明天众人一起猎杀妖兽。我单人实力或许不足，但宗门众多强者联手，肯定能顺利完成任务。你真以为凭你们这群筑基期修士就能完成这些任务？你接下的这些任务，其中好几道已经在这儿搁置1年多，历届弟子无人敢接，无人敢碰，就凭你们，你摊上大事了！赶紧滚蛋！若是完不成任务，记得按时回来补交功勋。我算是发现了，这辈子只要遇上牛胖子，就绝对没好事。多谢长老提醒，弟子告退。老王，明天有空没？陪我跟墨川那小子出去做趟任务。别，我可不去，纯属去送死。送死？此话何意？老牛，你居然还不知道？墨川刚才去了功勋堂，一口气接下12道妖兽任务，里面好几道都是难度极高，搁置1年多都没敢接手的烫手难题。完了，这下彻底闯大祸了！12道高难度妖兽任务，这个烂摊子我压根没办法收场。跑路，现在必须跑路，离墨川这个煞星越远越好，直接找地方闭关蛰伏。不到日月神窟开启，我绝不踏出藏身之地半步，死活都不见。我的天，这些任务难度也太离谱了。通篇看下来，也就区1-2道任务能靠着人多势众抱团合力勉强完成，其中竟然还有猎杀6阶妖兽的任务。6阶妖兽实力堪比人类元婴初期修士，7阶妖兽更是近乎化形，这根本不是我一个筑基初期修士能触碰的领域。还有个任务要去5级妖兽的巢穴偷一枚蛋，这5级妖兽起码金丹大圆满的修士才有实力与之抗衡。牛师兄，该死的牛胖子居然跑路了！就算牛胖子跑了，没人组队猎杀妖兽，我也要独自前往。黑犀牛群居而生，攻防兼备，肉身坚硬无比，普通法器难以破防，单凭我一人很难完成。血蜘蛛单体偏弱，可巢穴庞大，族群密集，一旦惊动群落，哪怕筑基大圆满修士也会棘手万分。2项任务皆是群居妖兽，风险极高，但也正因围攻压力，才最适合打磨青云剑诀。单纯单挑难以精进招式，唯有绝境群战，方能逼出功法真正威力。没有牛胖子，这一波我自己上。先从血蜘蛛入手，血蜘蛛肉身防御薄弱，远不如黑犀牛凶悍，获取丝囊难度相对更低，稳妥一些。这2阶血蜘蛛修为堪比筑基初期修士，正好适合我突袭练手。本以为血蜘蛛容易击杀，没成想这畜生不仅警觉，攻击力还这么强。这蛛丝一旦沾身，必然被死死缠住，绝无活路。裂地，囚龙，杀！囚龙的威力如此恐怖，一招之下直接灭杀全部2阶血蜘蛛。这下血蜘蛛任务直接圆满完成。这股气息太过强横，绝非普通2阶凶兽，是3阶妖兽。有3阶血蜘蛛，快跑！这个扫把星遇上他就没好事。现在只能联手，否则谁都别想跑。祸是因我而起，若不是我引来这畜生，他们也不会陷入险境。别他妈看了，打呀！妖兽你引来的，凭什么我们陪你拼命？没想到青云宗的修士居然这么没血性，全是些坑货，跟牛胖子一个等级。没中，想杀我，做梦！要是没有怒尸钢体的防御力，这一击足以让我身受重创。眼下唯一能够翻盘，斩杀这头3阶血蜘蛛的手段，只有青云剑诀最终一式囚龙。可施展囚龙需要时间，眼下根本没机会。当下唯一能帮我拖延时间、创造机会的，只有这片树林。
就是这里，地形卡位，蓄力绝杀。青云剑诀，囚龙，给我杀！趁他病，要他命！裂地。没想到三阶妖兽实力如此强横，我几乎拼尽全力才勉强将其击杀，直接将它劈成2半，连体内的丝囊也一同碎了。不知道破损的还有没有用处，先将整具尸体收好再说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若是再遭遇妖兽，哪怕是一群2阶妖兽，我也无力抵挡。先回青云宗，我已完成12项任务之一，先去功勋堂交付。至于犀牛，等完全恢复再来猎杀。他们怎么回来了？还把师傅也找来了？你怎么从三阶血主嘴里逃出来的？杀了就完事儿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把三阶血蛛弄死了？是啊。有人扔下我逃跑了，我不弄死他，他就要弄死我。就是不知道这血蜘蛛的丝囊还有没有用，被我最后一击劈成2半。没想到李长老今日得闲，专程来我功勋堂走动。我来交任务。李长老，这3阶妖兽应当是你出手替徒弟斩杀的吧？不过只要任务圆满完成，便照常结算功勋，无论何人出手，结果一致。长老，这些妖兽是我亲手所杀，这些丝囊也是我亲手摘取。还请长老核算对应功勋。石大师的功绩，宗门绝不克扣分毫。但老夫丑话在前头，我最厌恶弄虚作假、逞强冒功之辈。你师父若有出手，功劳归属本无可厚非。记住，我青云宗弟子立身之本，贵在诚信坦荡。哼，如实核算我徒弟功勋，记录在册。被我说中便恼羞成怒了吧？确实是墨川师弟亲手斩杀。长老，我们虽然没看到他怎么杀3阶妖兽，但李长老是我们从宗门里请来的，我们一直待在李长老身边。一个筑基初期年轻弟子，竟能独一人斩杀攻防兼备、战力凶悍的3阶血蜘蛛，端了血蜘蛛老巢，下手真够狠的。知道吗？墨川独自一人挑了血蜘蛛老巢，硬生生把血蜘蛛给咬死了。2日休整，与3阶血蜘蛛一战的所有战斗感悟已然彻底消化完毕。接下来目标猎杀黑犀牛，取犀牛角完成宗门任务。黑犀牛群居远比血蜘蛛难产，且肉身防御极其恐怖。以我目前实力，最多同时迎战2只2阶黑犀牛，再多必败无疑。这些人又要干什么？此前猎杀血蜘蛛，已然被宗门弟子坑过一次，再也不敢轻易信任旁人。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，这不是孤单，是选择。墨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本想亲眼看看他的真实实力，如今看来根本没有机会。前方有战斗气息，是人类修士与妖兽在缠斗，能抵达此处，实力定然非同一般。子女修为在我之上，最低也是筑基中期境界，可即便实力远超于我，面对3阶火野灵蟒，依旧落入下风，被死死压制，步步后退，依然十分吃力。此女容貌绝世，是我见过仅次于琉璃城圣女的美人，陨落在此，实在太过可惜。看的衣着和功法，不像是青云宗弟子。吞日。没事吧？我只是灵力消耗过度，并无大碍。快把它吃了。这可是石大师的3阶火眼灵蟒，若是2人联手，尚且有一线胜算。这女子该不会也是那样的人吧？这3阶火眼灵蟒战力极强，但身躯太过庞大，灵活度不足。就是现在，裂地！躲不开了。吞日！他不过区区筑基初期修为，竟能硬生生接下这全力一击。就是现在！推疼！受死！总算得手了。多谢道友出手相救。先别谢，这里不安全，离开这里再说。在下李红暖，不知道友高姓大名？墨川。道友是青云宗的弟子。你要是需要，
就收起来吧。他竟这般干脆拱手相送，胸襟气度着实不凡。道友，日月神窟开启，你可打算入内？会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。我是吴国合欢宗的弟子，多谢道友相救。日月神窟开启时，希望能再见到道友。后会有期。不知道友有没有双修伴侣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看上我了？没有。他的笑容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嘲笑我没有人看得上吗？墨川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你之前不是跑了吗？怎么现在敢露面了？别生气啊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跑的。你看，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了？这可是专门跑到外面给你弄的酱肘子，还热乎着呢。找我有事？也没啥大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那黑犀牛的任务啥时候去？我召集了几个靠谱的兄弟，都是筑基期，保证不掉链子。我不去，我怕被你坑。哪能？我做事向来靠谱。黑犀牛是群居动物，单打独斗确实费劲，有人帮忙也好。明天一早，宗门广场集合。墨川，你看你现在有100功勋，不如我们先去换点宝贝。胖子，适可而止。这家伙怎么这么难说话了？等明天交了任务，获得功勋全给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不过你明天带来的人得由你亲自安抚好。这事儿你放心，我保证处置妥当。不知道友现在有没有双修伴侣？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拿下黑犀牛，犀牛角归我，其他材料、功勋都归你们。墨川，放心吧，早就跟大伙儿说清楚了。你自己什么德行，心里没点数吗？出发。老牛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去杀黑犀牛，能否带我们一起？此番任务结束后，我便闭关修炼。人多虽杂，但对付群居的黑犀牛，能多几分胜算。快到了，这附近有新鲜的犀牛粪便，看痕迹，留存时间最多不超过1个时辰。这胖子平日里不靠谱，在山林猎杀妖兽的经验倒是极为丰富。3只都在西边，2阶妖兽气息不算太强。正好，3只不多不少，9个人分摊开正好。记住，黑犀牛皮糙肉厚，切勿正面硬攻，专挑腿弯、眼睛这些薄弱部队下手。黑犀牛唯有眼睛能瞬杀，若是激怒它，换来族群乃至别的妖兽，身处森林中层的我们根本扛不住合围，唯有一击必杀。快速斩杀妖兽，带走尸体，立刻撤离。若是只有1只黑犀牛，9人联手绝对可以稳稳斩杀。但眼下是3头同时存在，根本无法做到同时一击必杀。一旦惊动他们，必然引来滔天大祸。再等下去，只能被迫出手。拖延不仅错过击杀时机，一旦被犀牛察觉召来同族，我们谁都走不掉。这到底是何等强悍的妖兽？轻轻一声咆哮，便有如此恐怖的滔天威势。她容貌气质丝毫不输琉璃城圣女，以前困在药园眼界狭隘，如今才知世间抉择竟如此之多。这位是元婴期的青云宗老祖命千秋，不知道妖族女王此刻发动兽潮到底意欲何为？我和你之间早有约定，进入这片森林历练的弟子，最高修为仅限筑基期，从未有金丹期修士猎杀你的族人。你无故发动兽潮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原来她就是妖族女王，是大妖化形，她的修为最低也是7阶以上。我攻打你青云宗了吗？从头至尾都是你青云宗的弟子在猎杀我妖族族人，就算有弟子陨落，那也是他们实力不济。该死！你这次特意现身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来这里只是想和你做一桩生意。哦，是何交易？你不妨明说。100年一遇的日月神窟即将开启，我想请青云宗老祖行个方便，放我进入日月神窟一关。我早已厌倦此地，想去上界看一看。就算我为你行方便，以你如今的修为，一旦入内，只会被神窟规则强行压制，甚至直接抹杀，绝无生还可能。此事无需你费心，我自有秘法将境界压制之助力。需要你青云宗的弟子携我一同入内，还望青云老祖成全。否则的话，待如何？否则休怪我再度掀起兽潮。单凭青云宗根本挡不住我的妖族大军，1日之内便能让宗门彻底覆灭。你若不肯松口，我便转而去寻星月宗、焚火谷，他们自会愿意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威胁你又如何？你以为你打得过我？不行的话，现在就和我较量一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是不知道你要如何做。他为何突然看向我？难道是想杀我？还是他察觉到了我体内白玉瓶的存在？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觉得你这小弟子就不错，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藏匿在他身上，让他带我一同进入日月神窟。至于到了神窟里面，就不需要他了，我自有办法行动。1阶化形大妖藏在我身上，但凡中途出现半点岔子，我恐怕连尸骨都剩不下。
此子并非在场最出众的筑基弟子，修为也刚刚踏入筑基境。在场这么多筑基期弟子，你为何偏偏选择墨川？那小子虽是无灵根的废体，却能孤身覆灭3阶血蜘蛛族群，以筑基修为做到这种事，本身就显得极不正常。最重要是，他无灵根无相性，反而能完美隐匿自身气息，用来办事再合适不过。人人鄙夷的无灵根废物体质，如今竟成了被人选中的优点。墨川，你便应下吧。弟子遵令。还算识相，长得也不咋地嘛。别紧张，我不会伤你。乖乖带我进入神窟，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日月神窟开启尚需10日，这段时间安分些，莫生事。放心，进神窟前我不想节外生枝，今日之事严禁任何人知晓。我要抹除所有人的相关记忆。你随我来。出来吧。这应该是对你特意带我到私密洞府，是想对我动手？别做梦了，无论在哪儿，你都不是我对手。妖族女王说话这般直接，必然有着恐怖底牌支撑。叶未央绝非老祖能对付的。我只想知道你进神窟要做什么。你绝不会冒这么大风险。你我打交道多年，我很清楚。我化形1000年，已修成8阶大妖。我以为化形是7阶，没想到是8阶。修为已满，即将渡99天劫。此地灵气匮乏，我很难成功渡劫。听闻神窟有离开大陆的机缘，还有助我渡劫的至宝。无灵根还能筑基，算你有本事。见你体质藏身，可躲神窟探查。入窟后我压制修为寻宝，不会伤你徒弟，他还不配。接下来我栖身在这小弟子身上，适应无灵根气息，筹备入窟。别让我失望，安分带路，别妄动。纯属放屁，我的事比你重要多了。日月神窟也是我的大机缘。我根本无力阻拦叶未央，墨川性命无关紧要。我真正忌惮的是他入窟的目的。墨川，之前森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祖是怎么击退兽潮的？我总感觉忘了好多关键事情，怎么都想不起来。我也不清楚，当时局势混乱，我只顾着逃命，什么都没看清。那我们明天再进妖兽森林猎杀黑犀牛。你赶紧走，我没心思陪你胡闹。老祖特意叮嘱，日月神窟开启之前，禁止我再踏入妖兽森林。什么？老祖为啥不让去？不进森林猎杀妖兽，怎么赚功勋？怎么断去修炼资源？老祖这不是糊涂了吗？赶紧走，要多远滚多远。要是能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接下那些妖兽任务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我不会白白利用你。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人族猎杀妖兽本就寻常。那我们只收取自然死亡的妖兽躯体，两全其美，如何？谢谢女王大人。先别急着道谢，你必须全程保我进出神窟平安。但凡出一点差错，休怪我当场将你挫骨扬灰。凭我的实力，这片大陆无人能挡，明千秋也不例外。这小子虽然没有灵根，悟性和天赋却好得惊人，这是妖兽根本比不上的。换成任何一只妖兽，就算我认真指点，对方也未必能理解。你根本没做到人剑合一，真正的人剑合一不需要依赖武器，心中有剑便已无敌。你习惯用短剑，虽灵动便捷，却受限极大。剑法素来1寸长1寸强，长剑如同容器，能承载的灵力上限更高。罢了，或许等他修为境界再做突破，才能彻底悟透其中诀窍。墨川，墨川，我进阶了。现在是筑基中期，恭喜你了！没想到拥有灵根和没有灵根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傻小子，这女娃娃好像看上你了。现在我们走。前辈，我们不和青云宗的弟子长老一起去吗？我们先去，在日月神窟那里等着他们。你现在回去找你父亲，日月神窟马上要开启了。我有事先走一步，在日月神窟门口等你。怎么才2句话就要走？墨川，
这是叶未央催着我走呢。你说，有机会再告诉你。这些年我闭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青云宗就此灭国。看什么看，小子，等从日月神窟出来，你和他有的是时间相见。前辈，您还是跟我讲讲这日月神窟吧，别到最后我死在里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日月神窟我也没进去过，但我知道，那是一处仙魔大战后的战场，里面有数不尽的神兵利器。你要是有缘分，或许能找到一件，不过也不用费那劲。我要是碰到了，会给你带一件。你就老老实实待着，好好活着就行。吴国那处剑冢秘境，其实没人知道，剑冢也是仙魔大战的另一处战场，只不过剑冢的规模没日月神洞大，但那里是当年高等战力厮杀的地方，神兵利器的等级更高，想拿到手也更难。前辈，我可是听青云宗的宗主说过，日月神窟里不光有您说的神兵利器，据说还有药草、功法什么的，只要有缘分就能找到。小家伙，神窟遍布剧毒灵草，自仙魔大战后，此地怨念堆积，滋生奇草。我要的就是毒草，别人没用，我却有用。这么说来，那些尸骨多的地方，毒草肯定也多吧？应该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小家伙，你是不是想进神窟采什么毒草？你要那么多毒草到底有什么用？前辈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我一个筑基期修士，对里面的东西也就是好奇而已。你进入日月神窟后，什么离奇的事都可能遇到。你我约定好，你别离开神窟门口太远，方便我找你。日月神窟每次开启的时间是1个月，1个月内你我必须出来，否则就得困在里面。再想出来，就得等100年后了。其他人早就到了，你现在按我说的做，从这里直接进入山谷。我要在这里设置一道保命的隐藏通道。我们只是去日月神窟寻找宝贝，设置保命通道做什么？妖兽森林地处赵国，平日相安无事，各大宗早就想除我而后快。我一死，他们便能联手吞并妖兽森林。我活着就是他们最大的阻碍。他说的没错，妖丹能助修士突破境界，妖兽皮毛骨骼更是炼器良材。森林中还藏着灵石矿脉，那要是女王大人渡过9九天劫，离开这里之后，妖兽森林最后不还是会被其他宗门占据吗？我离开这里，不代表我死了。谁敢动妖兽森林？你先回来吧。你觉得我会不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？我好看吗？记好了，若我在神窟负伤，我自会设法引你过来，届时你便带我踏入漩涡，一同逃回妖兽森林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逃就是了。你觉得那些老怪狐会放过你吗？他们要杀我，你却救了我，这可是在对抗青云宗。女王大人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您可别害我。以您的能耐，谁拦得住您？您自己逃回去就好，别连累我。我只是一个没有灵根的青云宗废物弟子。我若能独自脱身，又何必找你？窟内凶险万分，我大概率会负伤。事成之后，修炼资源任你挑选。我需要你给的修炼资源吗？我有白玉瓶，缺什么我自己买啊。别忘了，你体内的白玉瓶，我到现在都没追究。你真以为天底下没人知道？我是所有妖兽的王，这只小老鼠早就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。你在我面前没有任何秘密，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一定会把你拥有白玉瓶的消息告诉天罚大陆所有人。我就不该养着噬灵鼠，早就该把这玩意儿弄死，偏偏就忘了这件事情。很快就能看到大批量的修士，估计你们青云宗老祖也带着所有人来了。叶未央最后用不到这逃生通道，千万不要在里面受伤，要不然我这辈子真别想在青云宗待下去了，那等同于叛出宗门。这里的各大派强者，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将我碾死。是琉璃城圣女苏千叶。墨川那个混蛋呢？墨川，这次我一定把你留在神窟里。你是不是看上那女娃娃了？只要你这次帮我办妥事情，我便成全你。不管她是哪里的人，我都给你抓回来当女人。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配不上聂霜，又怎敢奢望能配上琉璃城的圣女？那不是扯淡吗？小家伙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修仙修的就是逍遥自在。放心，只要是你看上的女人，我都给你抓来。还有之前在青云宗药园那个丫头，一并给你抓来，让他们都做你的双修道侣。女王大人，那你有多少后宫？给我滚！老娘和那些人不一样，他们都入不了老娘的法眼。青云宗老祖明千秋来了。看样子，这次青云宗的筑基期弟子基本都到了。看样子是要商议事情，
不想被弟子们听到。墨川，这个女人之前半路劫杀过我，她怎么会在青云宗？她一定不可能混在队伍里。你之前去哪里了？怎么独自离开了？没什么，我提前过来这边看看情况。墨川，这是我母亲。难怪当时这女人实力那么高，却没继续追我。见过伯母。这一定是他们达成了协议，日月神窟即将开启。此次进入日月神窟，务必多加小心。进入神窟后，你们会被随机传送，落单极易遇险。窟内皆为筑基修士，但修为差距悬殊，伤亡在所难免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这话是啥意思？赵国4位长老，这次我们帮你们激活入口，能省不少时间吧？估计凭你们4人没1炷香的时间，根本打不开神窟入口。我们现在是合作，日后你们吴国秘境开启，我们出手相助，难道不比你们几大宗门合力更快？哼，之前说等神窟开启会再见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小家伙，没想到你的桃花运这么好，这女子也对你似乎也有意思，这不错，挺符合我的审美。到时候我把她也给你抓来。莫道友，希望我们在神窟里再见，到时一同探索。记住，此次神窟开启时间为1个月，里面没有任何规则，进入后量力而行。先藏好，若是被筑基后期大圆满的修士发现，我一个人大可能会被直接斩杀。这里到底陨落了多少修士，才会变这般惨烈模样？有筑基修士气息，现在出去会被针对。进神窟是为找到那2种毒草。女王大人，到了吗？我尼玛！得陨落多少生灵，浸染多少鲜血，才能让土地从血红变为漆黑？小家伙，我能不能活着离开，就靠你了，别让我失望。放心，里面就算有宝贝，我都会给你争取来。你的任务就是等我。原来如此，刚进入神窟时，有神窟规则压制修士修为，一旦彻底进入神窟内部，限制便会大幅减弱。难怪他能脱离我的身体。哼，我知道你，你叫墨川，你是谁？我是烈阳山的弟子，看你的实力，还是留在这里吧。进去之后也只是炮灰。有点意思，难怪你筑基初期就敢闯日月神窟。不过，筑基初期的肉身再强，也挡不住我的烈山掌。晚哥，好狂暴的力量！这修士的力道远超我的预估，手臂都在发麻震颤。可与我相比，云泥之我是大陆首个炼气13层筑基之人，又融合不灭魂骨，身负不灭血纹，底蕴远非普通筑基能比。竟没看出这筑基初期的修士实力如此恐怖！归城！这片土地死寂一片，别说珍稀毒草灵草，就连半点活物的踪迹都找不到。难道我这次白来了？当初太糊涂，早该跟叶未央谈白白玉瓶一事。有他相助寻找毒草，定会轻松许多。你之前把我身上的秘密告诉了你们的女王陛下，让她知晓了我的所有隐秘。你说我该怎么对你？你现在立刻帮我搜寻，找出日月神窟中灵草毒草的生长之处，必须找到。我不杀你，但你若是无用，我便不会再留你。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若是连擅长寻宝的噬灵鼠都一无所获，便只能寄希望于其他修士。不对劲，这迷雾有问题。早已知晓神窟危地，却没料到危险来得如此猝不及防。这到底是什么诡异东西？这2团火焰太过奇特，我一定要得到手。这2团火焰是顶尖激阳之物，刚好契合修炼所需。好几道极强的修士气息正在快速逼近，能深入此地者，尽属是敌人。仙火，快看，那是2朵仙火！我操，这居然是仙火，还主动朝我飞来，天赐机缘，此时不抓更待何时？
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！这根本不是我能掌控的宝贝！不行，再继续下去我就要死了。对，白玉瓶、灵泉能救我。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两团仙火不是被我收服，是惧怕我体内的不灭一族血脉，甚至带着一丝膜拜之意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他们一旦知晓仙火藏于我体内，必然会不惜一切夺取仙火。对方足足10多名筑基修士，无一弱者，绝非此刻的我能够抗衡。那是至宝仙火，绝对不能落入这小子手里。我知道他是青云宗的弟子，名叫墨川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当初聂霜不该当众喊我名字，如今整个神窟的修士尽数知晓我的名号。疗伤丹药恢复速度太慢，根本跟不上我现在的损耗，不足以应对后续危机。灵力、伤势尽数恢复，但此番遭遇真是狼狈之极。幸好要害安然无恙，没有被仙火伤及根本。千万别在神窟碰到苏千月，这女人记仇至极，若是被她撞见，我今日定然小命不保。日月神窟地域广阔，应该不会这么凑巧相遇。之前追仙火太过心急，已然偏离了噬灵属的搜寻路线。他大概率感应不到我的位置，必须尽快与他会合。这小家伙到底跑到了何处？总得有个结果，不能就此失联。不对劲，这速度根本不是噬灵属该有的速度。我连气其实便能设局困住他，可筑基之后，我的速度依旧比不上全力奔袭的噬灵属。如今他的速度大幅放慢，定然是出事了。是琉璃城弟子，看样子是他们抓住了噬灵属。噬灵属知晓我太多秘密，我绝不可能让他落入外人手中。退场！今日若是斩杀此人，回去便可在圣女面前邀功，必然能得到重赏。只能硬碰硬死战。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，偷袭失败，非但不逃，还敢主动冲上来送死。筑基初期也想抗衡我们两人，此事关乎我所有秘密，绝不能出现半点闪失。不能拖延，其他琉璃城弟子前来支援，我必死无疑。难怪圣女会在他手中吃亏，这小子实在太过变态，今日必须拿下此人。我筑基中期寒怒一击，竟没能破开他护体钢体。这是什么诡异功法？从未见过这般强悍肉身防御。两股巨力反向拉扯，身体随时可能被撕成两半。若非我融合不灭魂骨，身负不灭一族血脉，根本不可能压制这霸道仙火。不灭一族底蕴太过恐怖，普通筑基修士肉身与我天差地别，毫无可比性。你有没有向别人透露我的秘密？你怎么会被这两人抓住？原来他早已发现药草，药草长在山洞内，故而迟迟未归，不慎被二人擒住。你看到了苏千叶，哪怕凶险，我也必须前往。他身边可有其他人？带路。这雾太浓了，根本无法探查前方任何动静。你的意思是，目的地就在前方？是毒草特有的腥甜气息，噬灵属没有骗我，毒草定然就在这山洞附近。
不知苏千叶是否已然离去？此地凶险未明，万万不可大意。这些人都是修士，灵草清香越发浓郁，真正的灵草定然藏在山洞最深处。这些人已然陨落无尽岁月，可残留的威压依旧让我心神尽颤，可见他们生前修为何等恐怖。这座白骨山的骨骼纹理形态与人族修士骸骨截然不同，这是人骨，那这些人生前得有多高大？这诡异的山洞之中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仔细说清楚，究竟是在哪里看见的苏千叶？他此前在这里到底在挖掘何物？你的意思是苏千叶确实在此挖掘过东西，只不过他挖的根本不是这些骸骨。什么？你说眼前这座白骨山此前根本就不存在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必须再次进去看看，因为进来时的确闻到了灵草的味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样的存在，若是真的复活，根本不是我能应付的。小友，救我！我斩断这些铁链，我送你一场天大的机缘，保你第一时间成为元婴期大修。不要怀疑我的能力，只要你帮我脱困，我一定兑现承诺。小友，不要走，相信我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被这些铁链关在这里？小友，救我！究竟是何人耗费这般巨大的手柄，打造出如此诡异奇特的双层洞穴？太诡异了！这个骸骨的眼神，竟然与另一处洞穴的场景分毫不差。我尼玛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只要一副巨大的骨架站起来，另一具骨架就会变成一堆碎骨。灵草没有找到，反倒接连遭遇无数诡异怪事。再继续逗留，我定然性命难保，必须立刻离开。小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真以为我这日月神廓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前辈，晚辈来这里只是为了寻宝，从外面就感觉到这洞穴里有药草的气味，所以才进来的。如果打扰了前辈清修，还请前辈原谅，晚辈这就离开。面对他，我竟生不起任何拒绝忤逆的念头，仿佛他所言之事，我都会遵从。起来吧，我不过也只是一道残魂罢了，不必多礼。小子，你是着实让我意外。初见魔主巨骨，你为何敢果断出手？此地曾为古老仙魔战场，无尽岁月以来，无数修士慕名求机缘。先前那名女娃娃亦是如此。我本以为传承彻底断绝，没想到终究是等到了你们这对有缘人。说实话，我起初根本不看好你。你无灵根傍身，本无缘修行，可我着实好奇，甚至心生几分艳羡。亘古至今，
你是首个能以炼气13级逆天筑基的人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？没想到此人仅仅一道残魂，却能一眼看穿我的根底。见识与修为，他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。既然你能来到这日月神窟深处，我就好好给你讲讲这个地方。你之前看到的那2副骨架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幻境，是魔族大祭司日月神尊的本体和他的分身。当年日月神尊为了帮助魔主轮回重生，心甘情愿献祭了自己。前辈，这里怎么这么多骸骨？这些人都是仙界强者，被日月神尊献祭，最终打开了轮回通道，将魔主魂魄送入其中。当魔主卷土重来的那天，整个修仙界将会是一场浩劫。这般绝密大事，足以震动整个修仙界。这个日月神窟是怎么来的？这整片日月神窟都是日月神尊残存的怨气凝化。切记，绝不能让这2副骨架融合。融合后会发生什么？二者一旦融合，神尊有8成概率涅槃归来，那是人族将迎来灭顶之灾。我驻守此地无尽岁月，只为静待一对有缘人继承我与师妹的阴阳造化经。我和师妹并非道侣，难以催动阴阳造化经的极致威力，最终只能以性命为祭，将日月神尊2具骨架永久囚禁于此。先前闯入此地的女娃已被我送入独立空间，稍后我便将你也送去那里。此乃天命。仙火居然认你为主了？要知道，当年他只是依附于我，并非臣服，足以证明你远超曾经的我。望你以后要善用此仙火，记住，待你2人修成阴阳造化经，务必合力碾碎这2具骨架，届时我就能安心去寻我师妹了。他这是要我和苏岑月双修，这怎么可能？只要一碰面，他绝对会第一时间斩杀我。我终于找到了，这就是我一直感知、不断寻觅的气息。是至心花和绝脉草，这2株天下奇毒，居然全都在这里。还要这2种毒草做什么？当年我师妹的心爱之人，百般阻挠她与我双修阴阳造化经，可师妹为破魔主死局，万般无奈之下，终究以这2种毒草结束了她挚爱的性命。有人，真是一对欢喜冤家。小贼子，拿命来！你赶紧放开我！鬼才想靠你这么近呢！你这混蛋，到底在干什么？我操！好好修炼吧。可恶！你这个小贼！混蛋，放开我！这是什么？仙火，这家伙居然收服了仙火！你离我远点儿！方才的修炼太过玄妙，我竟然意犹未尽，甚至还想期待重来。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你放开我！今天的事不准和其他人说起，否则我一定割了你的舌头！刚才苏千叶拿剑刺我时，体内流转的经文，仿佛在提醒我，苏千叶这辈子都和我分不开。前辈，我知晓您是上古仙界强者，可否告知晚辈如何从天罚大陆前往仙界？我必须问清楚这条路，这是我唯一能帮叶维善逆天改命的机会。小子，即便告知你真相，此刻的你也无从参透。终有一日，你会亲眼窥见一切。天罚大陆万年以来，唯有你这电气13层逆铸道基的异类，拥有挣脱天道咒蛊、登临仙界的可能。言尽于此，随我归去。前世因果，今生托付，该由你们了结我最后的执念。来者，死！此子留不得。
我不甘心！灭！此经文从未见过。多谢二位小友了我毕生执念，时至今日再无遗憾。你二人命格契合，心性互补，实为般配。道途孤寂，且行且珍惜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。前辈，敢问名讳？无用。上古大能，名号竟如此朴素。竟是纯粹双修功法。筑基中期，这功法竟有奇效。你要不要加入琉璃城？我怎会说这话？我为何要留他？他竟还在犹豫，定是有别的女人、孽兽，还有合欢宗的，想找他做道侣。你爱来不来，谁稀罕你？再也不与他往来。他会追来吗？数到10就算了，再也不与他相见。千叶，从未有人这样叫我。我若现在跟你回琉璃城，定会被人耻笑，说我吃软饭。并非不愿，只是想认真修炼，待实力与你相近，自会去找你。他竟有这般骄傲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？少则3年，多则5年。别等3、5年，6年之后你来琉璃城，碎天宫秘境开启，你能做到吗？好，6年后我必赴约。这是传送阵通行令牌，持此牌可免费往返赵国与琉璃城，不必非要等6年，随时都能来。多谢。啊！嘘，他定然察觉到我的到来，只是不愿分心。若非能够持续感知叶未央气息，我几乎要以为他遭遇不测。你辛苦了，是不是通过那小老鼠找到我的？青灯果然真的存在，并且落在叶无香手中。普天之下，能够从他手中抢夺青灯之人寥寥无几。你和他进展很快啊，小子好手段。你是不是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了？我在日月神窟里已经找到想要的东西了。这一趟我算是白来了，和记载中一模一样。古灯真的存在，可灯芯不知道被谁抽走了，只留下这灯座。你是不是有很多话要问我？是的，前辈。你是不是想问我刚才在祭拜谁？那是我的母亲，这是我母亲的埋葬之地。我母亲曾经也生活在妖兽森林，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仙魔大战，她怀了我，却在大战中受了重伤，逃回了妖兽森林。她知道自己寿元将近，便将一身法力和记忆全都封进了我体内。可当时仙界的人找到了他，给他定了个战场之上临阵逃逸的罪名，把他抓了回去。那时他已经没有任何法力，仙界的人却让他在战场上自生自灭。母亲告诉过我，不要进入日月神窟，更不要去找什么青灯，那样的至宝估计早就被仙界的人收回去了。其实这次进来我没抱多大希望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天法大陆了。
我只是想来祭拜一下母亲，毕竟99天劫我大概率是渡不过的。可我真没想到，最近我的识海之内突然就多出一道记忆，告诉我母亲埋葬的位置。我按照指引找到这里，居然真的有这么一座小坟包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坟包上还放着这灯青灯。方才我在2处洞穴之中见到了一位自称无用的残魂，他跟我说，没人能真正离开日月神窟。你是说那人告诉你，根本没人能离开这里？看来他早就知道青灯的灯芯被人抽走了。那灯芯到底是什么？青灯的灯芯是菩提古树的嫩芽，可这菩提古树在天罚大陆根本不存在，所以就算找到青灯也没用。就算能找到菩提古树，又能怎样？依旧没用的，根本无法点燃青灯。点燃青灯需要仙火，除了仙火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做到。这是仙火？是的，我刚进入神窟就碰到了仙火，意外收服了它。青灯、仙火都机缘巧合落到他身上，说不定真能寻到菩提古树，我便能有活下去的机会。不错，你给了我一丝希望。我决定从日月神窟出去后，就满世界打听菩提古树的下落。虽说天罚大陆从未出现过菩提古树，但既然能让我找到青灯，你又有点燃青灯的仙火，我总觉得这菩提古树或许也能找到。前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既然菩提树从未在天罚大陆出现过，会不会藏在4大秘境里？小子，从今往后青云宗你也别回去了，那地方教不了你什么，纯属误人子素。更何况我这次出去后，指不准会遇上什么事，到时候你保护我，青云宗未必能容得下你了。再说了，进来容易，出去的时候怕是会有些困难，不是轻易就能传送出去的。墨川，每次秘境关闭时，既定的规则会仔细检查每个人。要知道，进秘境时都是修士，出来时就不一定了。这里有很多没消散的残魂，有时候会附在修士身上，借机逃出去。有些强大的残魂甚至会直接夺舍，想切着修士的身体出去。一旦让他们得逞，到了天罚大陆就是巨大的祸害。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不少妖族的残魂，专盯着人类修士夺舍，所以出去时检查会格外严格。一旦查到这位前辈的气息与他本身境界不符，规则肯定会对他出手，到时候前辈会非常危险。不管到时候发生什么，我一定把您安全带出去。我没看错你，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到时候你怕是会把所有人都得罪光，能去的地方估计只有妖兽森林了。到时候你就跟我走吧。妖兽森林再好，也比不上青云宗药源清净自在。等剑仇开启的时候，我带着你直接过去就是。到那时我的伤势也该恢复了，整个天罚大陆还有谁能拦得住我？小丫头，你刚才说的没错，我看你和这小子挺般配的。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琉璃城的吧？干脆你也别回琉璃城了，跟我去妖兽森林，在那儿没人敢动你，也能给这小子做个伴儿。就这么说定了，等出去之后你就跟着我们走。对了，之前跟青云宗那丫头，还有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子，放心，到时候我都给你抓过来，全带到妖兽森林，让他们陪着你，给你当女人。我和千叶之间的事还没理清，再添2人岂不是彻底乱套？看来你还是个怕女人的货，这样更好办了。丫头，出去之后我带你去妖兽森林，你不会反对吧？前辈，我是琉璃城的圣女，不能跟您去妖兽森林。琉璃城圣女又怎么了？是不是需要我跟琉璃城的老祖陆之明打个招呼？什么破圣女，可比你在离城当圣女逍遥自在多了。你以后就给这小子当女人。方才千叶还邀我入琉璃城，眼下反倒要被前辈直接带去妖兽森林。前辈，您不能这样，您要是甘愿自杀，可他是炼气13层筑基，天罚大陆从古至今没人做到，典籍全无记载，也就我继承母亲记才清楚其中门道，唯有13层筑基才算正统。他日后的上限鳖是如此，现在修士全都9苍葱筑基，根基薄弱，力独一无二，那不相劝你别短视，都岂能只为圣女虚名？我被追求的本是无拘无束，长生久世。前辈说笑了，琉璃城养育我多年，我不能说走就走。再说我与墨川也没有见过几面，谈不上什么作伴。你一个琉璃城的圣女跟着这小子来到这里，现在要说你们2人没有关系，你说我信吗？前辈，您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出去的事再说，反正离秘境关闭还有些日子。不过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妖兽森林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小子，到时候只要那些老东西向我出手，但凡你想要保护我，除非你和我撇清关系。前辈放心，其实我还是想回青云宗的药源修炼，但如果出去之后真像您说的那样，那我愿意跟您去妖兽森林，我墨川说到做到，一定会把您护送到那里。你们2个进加急的期限找机远着呢，没事儿，我陪着你们，遇到任何危险都别怕，我替你们解决，还没人是我的对手。张成，昔日他当众折辱我，上次宗门比试又暗中暗算，今日正好清算旧账。我先去了结一桩心事，不然心里不痛快。怎么，那死胖子和那瘦猴都是你的情敌？看来你小子在青云宫混得不行啊。
随时随地都有人跟你抢女人。墨川，看到你没事，太好了。我今天要做件事，把那个货给杀了。墨川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可知道杀童门是青云宗的大忌？今天我必须除掉他，不然我心里堵得慌。我以为你不会进日月神窟，结果你还是来了。墨川住手！四周各派修士都看着，你杀童门必遭宗门重罚。我身为赵国皇亲，皇室也定会追责到底。今天你就算说破天，我也得给自己讨个说法。所以，你最好今天把我弄死，否则死的就是你。张成受死！他什么时候将青云剑诀修炼到这般地步？张成根本接不下这一招。难怪当初他能扯断我的腰带，是真有实打实的强悍实力。我来给你引荐2个人。这2人容貌过分出众，难怪墨川一直不愿接受我。你就是在青云宗跟这小子要好的那个丫头吧？不错，出去之后跟我走，以后就在妖兽森林生活，不用再回青云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吞灵花藏着什么古怪。此地历经多轮秘境开启，居然无一人采摘。难道天罚大陆修士全都不识至宝，还是这花暗藏未知陷阱？这是迷惑神识、引人陷入幻境的招式。有此花搭配毒草熬尽，肉身神识便能同步淬炼。从前只强肉身，如今神识薄弱的难题终于解开。难怪众人在此厮杀，却无人敢碰吞灵花，原来全被幻境困住，丧失理智，互相打斗。这群人全然无章法缠斗，就算我们现身，他们也视而不见。原来尽数深陷幻境，救他们做什么？这就是修仙界的优胜劣化。他们进入秘境，全都一心踩着旁人夺机缘，只可惜没这份造化，反倒陷进幻境。想不到，竟有与苏千叶容貌不相上下的女子。圣女，这些都是你进神窟后结识的朋友，何不给我介绍一下？这日月神窟里宝贝众多，你找你的，我与我没有任何瓜葛。这樊知县真是不知死活，一旦惹恼叶未央，随时丢命。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走了。他若身死，琉璃城老祖与宗主必定彻查。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算了，就给你个面子。老子让你们站住！听到没有？都他妈的给我站住！这人摆明了就是仗势欺人，实在过分。不要动手，他父亲是琉璃城之主，师父更是琉璃城老祖陆觉明。小子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人家都拦路抢你的女人了，你反倒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到底在下糟了，真怕樊知县迁怒，出手伤到墨川。你说什么？谁是他的女人？快告诉他，这里谁是你的女人？整件事虽说由叶无央挑化而起，可自打遇上这死胖子，麻烦就一桩接一桩，我非得在心里骂死他不可。好端端躺着都能中枪，不用想，肯定是墨川在心里数落我。若是当场否认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人人都道我与他注定成双，我爱惜他分毫，此人竟敢当众搂他，圣母亲手在怀里，当众给少主戴绿帽，我他妈的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我自知修为不及，但先下手为强，别再以坐以待毙，绝不能。这便是筑基大圆满的真正实力，我们之间的修为差距竟然悬殊到这种地步。不敢碰我的女人，你是第一个活内了的。你的女人，她心中所思所访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找死，蝼蚁！你居然为一个外人跟我动手！他杀了我们2名同门，你身为圣女不替他们报仇，反倒护着凶手！你个贱人！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这废物？你非要这般负我！今日定要斩杀墨川与那胖子，再将3个女子全部拿下，在此日月神窟之中。
要你现在乖乖从了我，把这小子交出来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要杀他，先过我这关。很好，很好啊！你彻底激怒我了。别捣乱，这丫头心里有数，让她自己了断。往日只当她只是筑基初期，此刻气场全然不同，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我的女人，凭什么拦我？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她受伤。她一直在刻意隐藏自身修为。这丫头有点意思，4两拨千斤，一柔克刚。哼。没想到你的剑法竟精进了这么多。哼，那我就让你看看天品灵根和极品灵根的差距。这是陆觉明亲传烽火燎原，一旦第一击挡不住，后续攻势连绵不绝。唯一破局之法便是打断其手。破！哼，看来你就这点能耐。给我碎！贱人，你敢对我用这一招？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等我挣脱束缚，我定让我父亲将你大卸8块！你这个贱人！苏建业这是在燃烧自身精血，催动本命冰莲，一旦失控，道基彻底损毁。贱人！很好，就让你们这定会清算神窟木川都活不了。唯有将他永久困在此处，短期内无人会怀疑到我们头上。你们全都给我死！小子，记住你答应我的事，我能不能平安活着走出妖兽森林，全靠你了。真没想到，还没走出日月神窟，就要暴露本体，触发秘境规则。牛胖子，那黑色方盾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里面封存着元婴巅峰全力一击，威力甚至超越寻常元婴修士的极限一击，是琉璃老祖剥离自身本源力量，留给梵之仙的保命底牌。他一旦出手应接这道攻击，自身妖族修为便会彻底暴露，秘境规则会直接降下灭杀之力。这小子留着，出去的时候或许还有用。小子，接下来全靠你了，我只能帮到这里。妖兽肉身承载大半战力，舍弃肉身后实力大打折损。绝不能让他的肉身损毁半分。前辈，前辈，您有没有事？想来是怕天地规则再次捕捉神魂踪迹，刻意不与我回应。千万不能杀他，留着他真的有大用。出去之后，或许可以把他当成人质。墨川，最好留下他的性命。陆觉明连本源力量都能剥离给梵之仙，足见其分量极重。陆觉明可能在他身上留下神识印记，一旦身死，到时候我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他隐藏修为一事，我不问，他也不会坦白。你现在是没法回青云宗了，还是遵从妖族女王的安排，回妖兽森林吧。今日之事祸根已埋。就算青云老祖有心护我，也绝非陆剑晴对手。
唯一生计便是拿繁殖心做人质，抵达逃生通道，去往妖兽森林，方能安稳。我同你一起走。有朝一日我实力足够，一定会去青云宗接你，但现在绝不是时候。你总算想开了，也省得我这妹子天天对你朝思暮想。必须暂时跟他划清界限，免得他被牵连。他如今得罪琉璃城顶尖势力，对手全是大陆强者，往后不知还有没有重逢之日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别无选择。你如果把樊之贤弄死了，那我只能跟你一同前往妖兽森林。你受伤了，先原地调息休养一下，然后再……先继续探索吧。此地当年必然爆发过灭世血战，陨落修士数不胜数。我从前来过这片区域，当时亲眼见过修士踏入迷雾，被此地亡魂缠上，亡魂会剥离生人神魂，夺舍躯躯，逃出秘境。只是从古至今，没有一粒亡魂成功脱身，所有夺舍者走出秘境，都被天地规则当场灭杀。我们切莫深入，只在外围搜寻。你到底是什么实力？这些亡魂天生怕火，火攻能克制。这家伙事事掩藏，之前还硬接元婴本源一击，修为怕是已经抵达元婴层阶。他不是没有能力全歼亡魂，只是碍于某种缘由，不能展露全部真实修为。没想到你竟在日月神窟得到了仙火，小子，给哥分一点点，一点点就行。不知斩杀多少生灵，才将整柄刀染成这般血红。此刀大小绝非人类修士能够使用，必是上古妖族兵器，遍地人头。想来都是亡于这柄刀下。仙火反应如此大，其前主必然丧命于此刀。仙火今仍不受我掌控，若毁掉这柄刀，算是替仙火了结旧怨。你要做什么？千万不要贸然行事。诸位亡魂莫怪，我并非有意惊扰。方才仙火明明极度排斥此刀，如今却送到我手中。同样一招，之前根本打不出这般恐怖威力。我也是筑基大圆满，方才这一击若是冲我来，我也未必能接住。这小子天资恐怖。方才我若是拼一把，这柄断刀就该是我的了。此刀能够侵蚀修士心神，他要沦为刀的傀儡了。